必须得在安全点啊。没错。然后像是对常规监管来讲，墓地可能比较难追击，但是对于聂西这种能够通过一个高位的一个角色来讲，墓地其实没有那么好溜，不好溜。我在墓地已经被秒过很多次了。对，甲门咱有个棚子。但你看这边弗莱迪也是大概就猜到了，你这个角色是好追的。单挑，感觉是奔着先知去了。毕竟你在外围追其他人的话，先知还能补一手容错，但是你追先知的话。这种对局来看一下，这边追击目标并没有第一时间放在先知身上，而是直接过来找魔术师。他可能会认为魔术师作为一个抗压位啊，他可能是带这手化险为夷。对，这把也还真是，求生者这边是3名求生者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没错。牵制位的话肯定是要带着。哇，这手这个跳越过了棚子。看我就说吧，总是能找到点位跳进去的。是的，这个绝活聂西的常规操作了啊。是啊。好，大家都可以坐下看了。那再往这边带棚子的地形走，放一手反走被听到了，脚步了。哎，咱不说好不玩隐身角色吗？但怎么又选了一个？是啊，怎么还有魔术师的事呢？光想着大副了，这时候先知已经在看了。看一下这个位置，压力太大了吧？这个牵制压力太大了。跳过来骗了一波，哇，掉脸把鸟打到了。手里还有一行，这个位置要交吗？公路压力有点大，手里魔术棒好了，但是。没有反走，没有反走，要倒了这个位置，很难预判的。抽刀，抽刀还行，还行，活过一波，那就等下一个跳了。但手里体力不太多，下一波只有一波连跳啊。这边有一个弹射先逼走，前面的话就要跳，魔术师反走只能往外围去拖一拖时间了，没招了。也是用上自己双弹击倒这个魔术师。是的，追击压力太大了。说句实话，这追击压力真的太大了，看着感觉我这求生者玩家手里的汗都在冒了。但是你看看这个牵制时间1分半，对于魔术来讲也不错，成功了，也不错，而且逼了技能。对，但是毕竟管先知要了鸟吧，就后期的这个拉扯能力可能会下降一些。是，而且这局救人位还是佣兵吧。李宝这波救援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救聂西你就意味着每一次来救都是有一个双倒的可能性的。但是李宝好像不想卡半了。对，看样子他是觉得魔术师可能手里没道具了，下来也不一定溜得动，干脆卡满救一波。卡满救一波了。那这样的话呢，看着这个人过半，寒冰弗莱迪出来逼迫一下去救援，但是呢，陶里已经提前的走开了啊，进入前面的板区。前面感觉可以交个互换之对，这时候没有技能，你无偿救是非常赚的啊。这也是聂西目前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首乙阶段如果不来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主要是还是走的稍微有点远嘛，给到这个佣兵救人机会了。是的，魔术师这样的话直接倒到独栋的角落。李宝的话呢是想在就近点位修机，直接扛压，保护一下外围的2个没有回光返照的牵制位。对的，毕竟他手里还有2个护腕嘛。然后这边聂西想看看能不能开个2阶，但这个时间点啊，时间点不够了，对，20秒计时到了。如果开了2阶，感觉刚刚那波就有机会能够拿到了。对，其实毕竟也节约的体力还是不少的，在第一波首乙的时候。是，那看一下弗莱迪现在怎么想，手里有移形，外围不敢修。墓地的人可以稍微给点压力。没错，独栋的人也可以给压力啊。佣兵的话其实就是大胆修，追你的话是赚的。耳鸣起来了啊，墓地那边在修，也不一定能够排得到。想来找一找，因为他觉得在修的人应该是咒术，而先知在躲。那这波有看到先知吗？感觉是看到了。看到了，已经准备开追了。而且先知这个地形很不好，前面先交一个板弹射，然后还要手里捏着飞轮防一下坠。看一下还在骗，飞轮摁住没交。 2阶开了，这时候移形也是好的了，2台密码机在修，但是先知这边还有一个飞轮，应该下一个跳是可以去躲的啊。看一下这个飞轮博弈进板，提前交飞轮，交移形，关过去翻，没翻，这都没打到，移形翻又翻过去了，猫猫好亏啊！是的，一开始猫猫没翻，但是这个坠击是躲不了了。 这波弗莱迪也是知道了，先知手里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这还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得针对的。对，这样的话考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得要换位啊。密码机，佣兵这边直接去地下室躲着了。再看一下另一边神坠，神坠再赶过来救援，但神坠手里也没有回光返照。但他有飞轮，应该是不会双倒啊。 有压力，应该是佣兵这边躲着，然后神坠去修，然后等修好了之后，佣兵再过来救。对，只能这样，因为再怎么样，面对出榜第1嘛，还是有压力的。有压力，非常有压力。咒术哪怕有飞轮效应，也不能完全规避说一定会不吃双倒。那一旦吃了双倒，这把就可能直接结束了。一个灵性的反走交互腕。
时间应该是来得及的。对于弗莱迪来讲，看看他接下来怎么打这个针对啊。对，主要是先知没有回光返照，也没有飞轮，下椅子还不能被踩到这。个身位让得有点远。想吃跳扯，但是他这时候应该要省跳的感觉。对，来看一下了。主要是他技能也没好，你不着急救，我也不着急打。对，慢慢扯下来，我再准备跳就好了。是的，看一下这个致命坠击怎么没样？办法了，不跳。给到一刀，哎呦，还真给扛到了，直接亮了。那直接亮了，猫猫这个点位还是进不去呀。好溜啊，还是一个坠击直接倒了。佣兵还没有满状态，手里一星马上好。感觉佣兵扛到了，也不用太着急亮吧，因为先知是怎么样都活不了的。但是说他不亮吧也不行，对吧？过来找一下，底牌还在，周叔手里有个飞轮，看一下底牌切闪，底牌切闪了，击倒另一边李宝门刚点上，现在体力的话呢，感觉是够用的。对，但是要挂上的话，这个时间好像应该是能先开了，对，门应该要先开了，这把应该能走一个了。哇，好有压力，还在跳。对，门应该是能开。23，哎呀9，哎呀差一点点，要是就是门开了之后往里跳是能跳进去的，如果再来一段倒的速度稍微快一点，这样你才有控场的机会。是的。当然本来来说这张地图的话呢，它是比较偏向于太久手的，因为它的密码机连接比较紧密，在追击的过程中容易干扰到其他密码机。对，也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是的。然后也是监管最后选在了红蝶河。追击目标，我感觉应该还是会放在这手七象身上，不过感觉是可以。来看一下佩佩，应该就是先往中场走一圈啊。哎，没那么想走，中场主要没密码级啊，走的话会被拉开身距。对。那过来海尔这边也是把他逼进墓地里，然后再回2楼，然后找到雨秘书这边。不动伤不好追啊，感觉这个阵容没什么好追的。对呀，没什么好追的。再找就是呱呱的大副了啊！再绕一绕呱呱大副，要不就是参议的木偶师，反正总得追一个了吧？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封这台密码机，然后出去找人了。看一下追击目标放在谁身上？想要去中场2楼找冻伤吗？不是很好的选择，难追哦。以为他会下来吗？看一下。先封住，先把领域闭合一下。下来，但是古董商是一个双弹飞轮哦。真要追古董吗？手里闪现已经好了，再来2个线。这个位置先骗一下。是的，闪开一刀。闪开之后的话呢，主球解锁，看看古董商这一波能不能牵制起来啊？这个位置感觉对于佩来讲心有成竹啊，可以这个位置直接主球封一波，但是要跟他博弈。哦呦，打到了一下，对，但是没打出，哎，被捕捉到了啊！第2棍直割，看一下来，没办法，飞轮是摁不出来的。对，那这个击倒的节奏还是比较常规的啊，稍微干扰一下红蝶亭的密码机，然后呢把人挂在墓地。对，而且最重要是脸上气象这台机子也修不开，得走，修不开的啊，必须还要有一波回退。是，而且就算你想硬修，我也会在这边逼你走。但你看一下这个求生者天赋阵容啊，感觉气象是可以承担依旧的一个位置的。他们的3个化险为夷都没有被追啊，唯独被追的这个是一个双弹飞轮的，而且古董商下来还没准还能牵制啊。直接给一刀，那气象这个位置可以强风再吹一波，给到古董商更多的一个2流空间。古董商这边应该是想自己溜啊，想自己溜了。对，过去再放一个击球点，但是上惯性板子，这个主球没什么位置好交。抢回来，要不危机关消。被打到了。对，很极限。拉主球，飞轮躲掉。哇，这一波2次牵制很成功。等到一个出刀僵直，直接补2棍。10秒。雨秘书，很夸张的表现。对的，佩佩这一波博弈感觉没怎么赢到，没赢到，而且主球还没了，只能再放击球点过来。但是他刚蹭了一个反弹，这个窗能翻吗？翻过去了，没有过窗刀，但是也没有窗弹。看一下气象马上就要来过来帮忙，一个强风定住。那感觉还能再牵制啊！前面还有弹射，但是这边的话呢，主球啊，这回是被收进去了，没招了，抓到了，没招了，给到一刀。这个26也太成功了，这个26啊，也没靠队友，关键是就最后时刻，这个气象学家修完密码机过来帮了一下。是，你看第一波佩佩击倒的时候，上乙手里技术点还有4个，现在全部用完了，没时间控场了。对，
是场上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没有开始修啊。应该是中航2楼那台要准备跑上去，但这样的话还会有个时间差。摇表高高要慢一点才行。对，一个蓄力刀没有打到。 2楼开始修了，到时候哦高高给到可以跑啊，可以帮扛一下。看因为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但是队友好像想着平局就得了啊，不管那么多了。在这边，让雨秘书自己溜啊，然后也没飞轮，这波应该是要倒了，但是密码机够了啊。是，他倒难挂一点，密码机真是有可能直接亮的。然后3人开门战，求者手里登物有道具，还都能牵制。啊，想去封一下2楼机子，下密码机到吗？看一下有没有回退。领域闭合，好像是没封到，到，那这样的话直接亮了，挂上就直接开了，直接亮了。3人开门战，而且手里只有一个闪的情况之下，击球点3个也不太够用，感觉这局要奔着平局去发展了。看一下海尔这个位置，手里还有道具，还有2次强封的机会啊，直接交云，然后再溜一溜，跟 B 闪现。B 闪现在另外一侧门过不去呀，击球点不够用。佩佩这里必须得挂，但是到时候中场卡着一个人过来救，这把对于佩佩来讲还是很难拿到一个多抓。多抓是肯定多抓不了了，保平应该是一个稳平，大家都没什么想法现在。对，主要他击球点就算够用，时间也不够用了。那这样的话 ，ZS Lin 率先拿下一局了，5比3。我的天呐 ，ZS 拍到啊！佩佩的话，确实对于4大天王就是倾注的这个努力还是非常多的啊。那看看他的这个喧嚣能不能逆版本而上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喧嚣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喧嚣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平的选择。对，就他的争胜能力肯定是被无条去压缩压了很多。对，但是你的保平能力的话，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当然这一局可能需要看看勘探员的一个发挥。是。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木屋方向走啊。这个魔术师上来扛压，感觉2支队伍的魔术师好像都要扛压力啊。对的。到木屋这个板子先正常踩掉啊。这一局带的是一个窥视者，想把人架在里面嘛。但第一个双惊喜稍微有点歪。对的，不过还能接受吧，上到一个球起码。对，直接进医院了。魔术师这边前面交魔术棒，然后勘探员帮忙卸一下，但是勘探员的话前期交掉自己唯一一块磁铁，但是毕竟魔术师身上有球，插个眼干扰一下鸟笼的密码机。对，也不太想着换追。上一颗球，这个双惊喜能不能白球上到？这个角度不太好，其实。想回来砸，还是抽刀了。我觉得这样也 OK 的，因为这个球感觉是要吃的，你就相当于给他弄了一个擦刀，对，这种感觉。这一局的话，这个张狂已经好了，抬起来，有空中飞人，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先踩吧，手里还有一根魔术棒。感觉这个位置就很难交了，因为焰火台烫到了，是交，然后去交这个窗弹，这个球没有上到。那这个双人惊喜好像很难终结掉了，甚至又拉开了，还在骗。又砸到了。那这个我们总结成为什么呢？魔术师6喧嚣吃了2波擦刀，那还可以吧？对，还可以吧，而且1分20秒的一个接导时间也还不错。对，但是对于佩佩来说也挺可以的呀。我觉得这个局佩佩是有非常大的概率能够淘汰一个的。对，魔术师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不会有什么4人开门战的机会。对，应该不会有4人开门战的机会这一局，除非有一些天神下凡的人物但感觉很难。勘探员他还得修自己的机子。海尔这波贴墙卡着救人，也是喧嚣这边没有什么必救的手段，直接交一个大喷来救。想追一刀，就只追一刀，然后再过来找一下这个魔术师。对，那魔术师感觉应该是要准备倒角路。倒了，没办法。没办法，看下一波怎么救吧。我觉得还能再救一波。对，但是就看谁来。佣兵准备过来了啊！佣兵准备过来，佣兵甚至已经提前过来了啊，因为自己密码机已经点亮了嘛。然后是把刚才那台遗产密码机交给了佣兵，准备去补吧。救完人之后，看一下这波救援。是的，剩下的飞鸭插眼也看到了佣兵，双惊喜先打一下。哦呦，土球上了，拍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再救的时候，双惊喜就真空期了，你就没有双倒机会了。对，佣兵一定要在真空期之内把人救下来，要不然这局很有可能要双倒。是一个换弹到椅子面前，看一下这波。救援，红球救，散开一下。
佣兵就差白球，完了还是双倒了，程晓。但是能过去把94的密码机修开。是的，有机会能够。对，那台密码机应该是能亮的，但是魔术师还得倒地。魔术师倒地，而且密码机应该是就算够，他也没火光反照嘛，而且应该大概率不够。对，所以就是3人开门战了。看看就是这波喧嚣要不要直接底牌传出去了？没有底牌的机会。其实70多，我觉得是可以传，可以一试，而且落地有机会能秒。看一下，完了，落地是半状态飞行家，飞行家一波直接拉点，但是感觉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啊。而且拉点拉到了佣兵的脸上。回来博这块板，双惊喜，空飞人过来直接击倒这台遗产机，而且过来管佣兵。好像这一局有点不妙啊，有点不妙。遗产机现在没人修，参议必须要过来救援，得等飞行家自愈去修这台密码机，而且勘探员他不一定好救，外围有可能拦截。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甚至说佩佩可以把人牵到你的面前，有这个时间差的。但看一下现在的话，好像就有点晚了，勘探员已经下来了。过来，然后海尔这边自愈马上好了，自愈准备去修密码机。但海尔起来，我可以追海尔啊。起来了。看看怎么说，去修密码机，然后这边参议，你看这个慢慢接近的这个走位啊，非常不错。那佩佩这边找不到人，只能过来先追海尔。另一边野鸡先卡板救下来，对，想把海尔秒在遗产机。那海尔手里还有喷气背包，但是也很难带走吧，红球，而且又回去了，现在。对，还得倒在遗产机旁边。另外一侧已经起新机了，往木方向起，没过板，还在抽，在尝试博弈。但是差白球啊，白球。哦呦，好走位，好走位，好走位，还在努力，海尔挑了，没招了，燃尽了，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是，这边的话，其实你看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参议这边去修新机，然后佣兵偷偷摸摸的绕了一大圈，到了大门那边准备来救人。对佩来讲，这个耳鸣是很难排得到的，脸上排一圈没有，要回头再去找耳鸣起来，并且双惊血已经定到了，知道了。看一下，有点危险啊！现在密码机还不够，这里这个护腕的位置其实也没办法立马弹到椅子旁边，得走一段距离，有身位压力。另一边飞侠马上过半，这一刀没打着，这不还是佩佩5伤了，但是密码机还不够，马上压好了，可以救了，给到一刀，但是不着急，双惊喜也交掉了，直接砸。亮了，因为没有挽留。3人开门战还是打起来了。双惊喜没命中，不过海尔要撑一会儿，因为他没有自愈了，佩佩可能不会挂他了。对，我这边偷起一个砸板，时间还在拖，另一边的门已经接近50。小门再点，又砸一个板，海尔。这刀翻过去了，那感觉这局应该是平了。佩佩现在有点着急了。对，不过海尔这波想走那个踢墙地窖也比较难，有点太远了。给到一刀过去，惊喜在命中，这个位置没办法了，没办法了，这个地方要倒了，很难走了。再上一颗白，就差一颗红了。可惜地窖不在这儿，只能说地窖在这儿，我觉得真有机会走了。是，但是海尔这边牵制数据也拉满了，过去红球没招了。我击倒，但是保平了呀这一局。我觉得保平对于 CS 来讲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非常非常不错，他们的反应太快了。哇，这一局我觉得可说的点实在是太多了，对吧？保活还是保倒地是必费你愿力的，是吧？而且弓箭手是一个比较能溜跛脚岩的角色，他的一手龙骨弓配合秘弩的 B100%撕裂值，对吧？这个是跛脚羊很难去打的，很难去追的一个角色。他是牵制天赋了，好像。对，因为要3跑的话，你回光返照数量得够，除非你这一局目标还是保平，那末世就双弹加化险为夷，对吧？再上张地图有个祭司。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 Fly D 这边的追击目标放到右手吗？赌对了吗？这个化险为夷，好像真不追他。不好说，不好说，还在看。弗莱迪想了想，就是比较喜欢挑战有难度的，是吧？那干脆选择过来先去先抓最有难度的。对 ，OK。那估计也是想着这手祭司会带化险为夷。你这个判断是不错的。不过这是未免太难追了吧？感觉波奖去在医院的这个地形。追击祭司好困难啊，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说是。打上下洞，院地可快满了啊，得交笼子了吧？这个位置交笼子，但是跟上楼，再打一个洞，哎呦，打断了！
哦，神坠这一波出现了一个医院里牵制点位上的一个失误。那看一下这个位置，手里还有个飞轮效应。哎，落地刀，不会还有地下室吧？啊，没有没有，还好。但是秒挂也不是啥好事啊，对啊，感觉。猫其实也要被干扰到。算了，走了，打扰了，我认错了，不好意思，以为是大副呢。对，结果没想到是您啊！哎呀，这事儿闹的。哎，早说我不就不过去了吗？是啊，还能让我早点挂呢。是呢。好，那现在大副准备过来救了啊！这回真正的大副要来了。哦，祭司这一局牵制确实失误蛮大的啊！我觉得预期是40秒之后。对。啊，真的不夸张。一个落地刀，一个打动。感觉真的要打起来的话，这把其实对熊人来讲还是有压力啊。有压力啊！这个击倒节奏太有压力了。分辨一下，回头要找李宝，但是真大副拆龙了，不追了。手里有闪啊，看一下神坠这个位置怎么打动。他想打一个比较长的龙子，想直接打出去，哎，但回头有点卡住位置。哎呦，飞轮补住，还得再回头。哎呦，龙子就差1秒钟啊！猫来了。刚才是打扰一下，但是现在得还一个龙子了，也打扰一下了。来不及了，哎呀，拆龙拆到一半走了，因为他用龙子的位移盲源卡一卡。这局说实话想多跑已经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就看看能不能稳健保平吧。对，因为其实他针对这个弓箭手就只需要用一个龙子就好了。但你看这把求生者已经2名过来去救援了，没什么密码机破位的速度啊。打木是一刀，然后猫猫这边补一个100撕裂值，然后让神坠过去进医院。看一下这个龙子能击倒吗？90有闪现。哎，他担心自己闪现出去被晕，我感觉太敢闪。哎呦，被闪了。这你说有啥问题？其实就是16的时候没逼闪，你后面的话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容错。是的，这位置猫猫哎，这好像能跟啊，能跟啊！会看一下能命中吗？有距离的。哎，呦不行，算被挡住了。哇，祭司手里还有一个洞，好痛苦，真的好痛苦。但另一边把大副状态调起来也还行，其实对于熊人来讲还有机会能打拉扯。3个密码级刚亮，还差2整台，然后现在已经是2阶跛脚羊，不过好在是没技能。愿力慢慢还在攒，看一下弗莱迪想判断这个猫猫究竟的位置在哪儿。慢翻出去了，然后楼上还有一个大副，远处的话有梦露，想过来逼大副的表吗？感觉应该是没办法了，得追一追了，愿力马上就要满了。是。哦，这个点位上来，这个表应该不交了，不交了，拿刀了。跟下去，这样看起来感觉弗莱迪好像并没有受到地形太多的一个限制啊。没有受到什么限制，真是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对，这个位置还不交表吗？还有危险。哎呦，完了，又到了最会蒙大副位置的人。对。啊！跟得很紧，咬得很死啊！还好是一个半刀，只能说是哎，没打到。不是，大副本来就是3/4，对，本来4/4没打到啊。再博弈看一下，最后一块表已交出来了，位置很差，大空地可能要倒地。这个地方得到了，这个地方，哎呦，好敢翻！这个窗户救了一手啊，哎，大副6够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但是开门战是个白板，密码机好像差一点不太够。93、94、95、96、97，能亮吗？99，好像有机会，但不太敢亮。想救一波。那这样的话，弗莱迪还能攒愿力，手里的一个技能也差不多快好了。往皮抢挂，然后拉扯求生者的这个空间。是，这把手里有底牌，求生者还真不好走，主要也是大副手里没道具了。不过大副能做。尽量去拖自己的一个愿力，打一下针对。给他刀，密码机直接点亮，然后另外一侧大门第一时间去贴。对，两位都在大门，而且这个位置逃离很难进板。一个笼子直接过来，逃离要倒地，这个位置是绝对牵制不了的。倒了，哎呦门里面不太敢点，贴到这个完全可以往大门挂呀。对，手里有愿力，然后也有闪，这个闪可以不急的。是，他是有底牌在的。哎，但不挂这里的话，感觉得放了。过去他想去秒猫猫，猫猫这个位置很危险，距离已经够了。但是猫猫很难秒，因为他是弓箭手啊，除非你要交闪。但有闪的呀，主要是。哦，飞轮，再骗一下。B 怒已经交了一个闪现，没办法带走。
没办法。梦露也卡在中间，不知道往哪儿走是好。等一下，交起来，再回去找大副吗？这个笼子对于弗莱迪来说很关键。如果说能够击倒大副，这把还有机会。应该是比较难了，因为大副走太远了。这边再回，如果你再去找大副的话，猫猫这边要起来，而且他起来能立刻给这个比较多的门的压力。那就是还得打拉扯。我觉得也不用太贪了，对于弗莱迪来讲。对，这边底牌已经切成窥视者了。对。看看弗莱迪一直在判断距离，一个笼子过去，两个笼子直接贴过来，耳鸣听到了，逃离这个位置应该是能进板，哎，但是被看到了，不太好牵制，得到门口了。没倒这一波，但是那边跑过去救好远哦。对，看一下来得及吗？应该不是会选择挂，要去管的。对，来得及就是来得及救，但是弓箭手他是一个挂飞。对，而且这个门也不一定点得开，挽留最后16秒。是的。概念门，那就有机会了。拉扯，两个人都往远走。猫猫直接原地开蹲，看一下弗莱迪这边想去拦截要去小门的人。如果找梦露的话，他是离大副身距更近的一个。其实方向是对的。对，但是这边的话。一个灵性回头再去找猫猫，看到吗？嗅觉好敏锐啊！是的，耳鸣没消，这个点位。对，大概能猜到就在大门最里面，但是这个人究竟在哪儿不确定。想拉耳鸣吗？先插个眼，回头要去，应该是要钓一波鱼。猫猫这个位置不能出来，看一下还往前面走吗？被眼照到了，那确定那边有个猫猫。想过去，我觉得他不能那么早出来啊，得要另一边开始溜的时候再出来才行。一个龙骨弓空了，击倒，这是一个挂飞哦。对，另一边还没摸起来，而且另一边门也是少的。插眼再过去，还要打拉扯，愿力很够倒是。对，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陶丽已经出来了，过去点门，弓箭手那边有自愈。梦露点门应该是没啥大问题，应该是能扛的。是的，他是抓不了木偶的。99门压好了。再给一刀，门开了。然后另外一侧门应该弓箭手自己也能开，现在就是找大副。过来看一下，耳鸣还在，怎么回事？有人在脸上。另外一侧门能开啊？对，能确定吗？没有找到吗？没有找到。艾迪要放过这个耳鸣，但大门管不了了。没办法了，那这样的话就只能平局了，但是不太妙，要过来的话能拦得住吗？回头了，击倒。击倒能爬吗？爬得出去吗？牵起来，但另外一侧能走。另外一侧肯定能走。哇，好惊险呐！这一局是。还好说梦露木偶是在门口能扛压。对，如果说这个时候弗莱迪不准备去抓这个木偶师，回头看到大副把大副秒了，这把还真不好说。我觉得弗莱迪他基本上是做了上帝视角的看看的，但是主要考虑到后边还是有比赛的，是吧？也不想耽误大家去参加选手，对，我怕他们等太久但是也不好说，因为5比3这个比分吧，确实挺暧昧的。对。就来看一下吧。然后鱼女现在版本跟其实原来版本天赋还是差不多，应该也是挽留张狂走一条线。就看九九这边化险为夷有几个。佩佩的话，鱼女。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鱼女看一下第一个追击的目标是谁？应该也是先往中央走一走，压一下。对，怎么包啊？丢一个插前面的话，好像是呱呱吧。哇，逃脱大师上来首追吗？到要追救人位吗？追逃脱大师在迷烟炉里边穿梭，那感觉这个位置离板区比较远，被动被交了。但是有一个加速，对，有一波加速。交了，被动抽出来了，抽到了这一刀。不过这个插的话呢，丢的有点近啊。我想看啊。主要是这一把前期的做法感觉还不错，是，再加上又到了这边的一个病患的脸上，那可能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的一个密码机节奏不会特别快。对，因为还要干扰嘛，而且的话，你看逃脱大师其实他吃第一刀还是挺快的，第一个抽刀把自己的一个被动给打出来了嘛。而且追逃脱大师的话呢，你会发现场上最稳的救人位已经没了，对吧？如果说逃脱大师这边扛不住一个追击压力的话呢，那后续的话很可能鱼女现在手乙也是还蛮厉害的，对，蛮厉害的。是的，而且你想看6到病患脸上，甚至说这个时候鱼女可以，我直接不追逃脱大师了，我直接换追，对吧？换追病患，那这样的话，你下一波哪怕逃脱大师要来救人，也不一定能够从我手上救人。确实。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场比赛吧。来看一下佩佩接下来会进行什么样的追击。海尔这边问一下基斯，那应该还是要去追这边的逃脱大师啊。对，又放了自己的一个第2个迷烟炉。哎呦，这波是包到了里面去了。是，水汽涨得很快。对你包我也包是吧？对，而且本体走的一个位置也是比较空旷的。是的。下一波还要再进圈。这刀没有抽到啊，有一个进出圈的加速。危险，这个位置也不好往外转。前面的话好像有点不太好溜了。丁波抢身距了。丁波抢身距，来得及吗？这个位置。但是他也没有弹射呀，感觉是要倒地了。对方要倒了，而且闪现，哎呀，击球手来了，还行，击球手这边还得再帮忙。这样的话，带来一个爆发球，还得再收插，接着追。是的，不过他跳过去了，可以从另外一侧绕他。金波再跟上，对，因为求生者体力不支持连续跳2次嘛。闪现交了，那击球手过来帮忙，位置还不错，天才板走才行。是的，封一下这个区域啊。收插，那这样的话，机会得98、99，摸一下有机会吗？哎呦，就差一点点啊。99吗？来不来一支穿云箭来一下？有飞轮，哇！直接击倒，这狙击手啊，这是！这一插直接打碎这击球手的先知梦啊！我的天哪，击球手的 OB 梦也没有了。对啊！我的天哪，这个局差点多了。这个局势需要海尔扛一波大压力啊！哎呀，这怎么还有个地下室呢？你说这事巧不巧？下去吗？怎么说？有个地下室，这渔女看见地下室，简直看到自己的家呀！2眼放光了，说是。逃脱大师无所谓了，我不认识，没追过，谁爱救谁救吧，反正。追过，地下室才是我家呀。是啊，我天哪，这击球手这一波 OB 在原本就不好的节奏之上，又给了一波大节奏，而且。逃脱大师被通缉，下一波节奏还能找他的。是，逃脱大师也是半挂，然后海尔现在手里没有化险为夷了，这局至少得奔着保平打了。对的。密码机的话，现在还差一台半啊，一台半。看一下另面呱呱摸了个护腕出来。那还是能溜一溜的。而且如果说佩佩走远，其实还能救。佩佩再重新包一下插，因为水汽快消失了。看样子外面应该是想着接着去修了。是的，就让这边慢慢卡着了。来，在这个自己家旁边看一看啊。看一下海尔这个位置露出来了，露头了，交钩了，得交了。另外一次的调状态，密码机没修，这个人肯定是救不到了。对，直接换抓海尔。看一下这个叉子，把这个板子全封住了。收插。哎呦，这个。稍微卡了一下，相当于只是一个一段钩。对，那前面第一刀要有了。哎，刚才是不是路过了一个球？对不过不重要了。那主要是他又走到了水汽里面去，那这样的话身上的湿气又加了一波。是的。延续一下，很危险，可能要倒。要倒了，因为他没收插，他就交道具了，直接金波被撞倒了，这一波节奏续上了。而且遗产机还能干扰到。没错。但逃脱大师还能救一波，而且也可以移一波椅子。挂到了参议旁边，在佩佩这个位置，呱呱得准备过来救一下。没换椅子位置啊？没换，那有点危险其实。护腕开了又关，没有找到好的位置。手榴闪，闪现震慑，怎么敢救的？手榴闪的呀！好敢打，直接闪现震慑。那这一局的话，感觉要奔着一个4抓走了。是的，看一下参议这波过来救，还想卡这个半吗？但是手里还有金波，看看卡不到啊，冲一波的。看一下陷阱圈已经围好，慢慢再往前走。是的，他是想让逃脱大师一会儿自己救。对，但这样的话，其实入殓师的身距一直在被压缩啊，很容易在下一波被包到了，撞到一下。看一下第2波收插，应该是能扎到飞轮顶掉，漂亮。一刀扛到，想打针对没机会。逃脱大师也交了自愈，好，大家4散跑开。可以啊，这一波入殓师超级抗压。对，但是节奏还是摆在脸上，不太好打。可以追呱呱，呱呱现在什么都没了，要道具没道具，然后要自起也没自起。这个地方给包住了，只能被迫转到空地。下一波插可能需要倒地，马机还是不够啊。收插直接倒，没办法。现在就是
2个人看看能不能走1个，对，要不然的话呢，自家监管者就只能争4了。但现在拉扯也不太够啊。你要说道具的话，也只有入殓师的一个灵柩才能用，是，其他的话真的差的蛮多的。而且病患他是一个挂飞，桃子大师现在也是一个挂飞状态。哎，不是，这不能过来救啊，啊，得走了有一吧？个锁椅子呀。对啊，那这样的话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关键海尔是挂飞啊。对啊，手里没飞轮，怎么想都救不下来。博弈这个板子吗？但是感觉佩佩不会没机会了，过的呀。对，肯定没机会了。海尔是一个挂飞，让桃子大师怎么说？桃子大师没有人去救了，然后就看看这一波，只要记住不挂海尔就可以了。对，跟入殓师的这个拉扯要怎么打？看一下了。就剩2个人了，我们的推理周目也是启动了，还是非常困难的。这局对于佩佩来讲，我追入殓师不着急，甚至说可以等病患起来之后再回去打一波击倒。看这个推理周目怎么说了？病患第一波的话还是得，不是这个病患，是入殓师第一波的话还是得反，他不反的话，可能回去再击倒病患就没机会反了。这个不太够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可能要收插倒了。这地方有个小平台，得反吧？得反。不反，但是如果但是佩佩他也不挂，他不挂的话就过去再找一下海尔，然后等海尔倒地，他下一波倒地他再反。然后就看看海尔能不能，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推理周目，能不能就是倒地淘汰，然后自己走一个地窖这样子。那感觉海尔应该也是不会出去了，因为地窖就在另一边入殓那边脸上。对，海尔的话灵柩好像和地窖已经放在一起了吧？合了。对。他肯定击倒海尔也不会挂的嘛，顶多就是回去再击倒入殓，然后让你反一波再击倒入殓。是。而且这波感觉佩佩应该是有一翔神闪，直接过板击倒。病患现在倒地淘汰进度才不到一半。对，入殓师很难走啊，特别难走。入殓师这次击倒是真的得反了，得反了，真得反，能反了。地窖是在中场4合的位置，但前面这位安逸好像看到了吧？应该是看到了，乌鸦也飞起来了。是的，这现在躲来不及了，有点。这位置可以考虑直接闪，骗了一下。飞轮已经骗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飞轮可以等反胜之后再用，对吧？现在提前交的话会有点太早，而且对于佩佩来讲，现在这整块区都可以围个水系啊。是，等他一个无敌时间过了吧，反正就跟着手里还有闪。对。另一边病患要淘汰还得再等个30-40秒，这很久啊。闪现击倒。那怎么说？倒在地窖口吧。看一下谁先倒。入殓师已经快撑不住了，只能先挂，然后病患也爬不过来，这样的话完成一个4抓啊，然后追击节奏不能太慢，是可能3个双重惊喜内吧，我觉得3个双重惊喜内击倒。是的，不过这个地图肯定是喧嚣优势图，这个没得说，拉少，其次我追你存在感给的多，对。再加上我还能闷个花响为1，再加上你真的觉得其他人好追吗？其他人那个点位也不好追吧？守墓人好歹他就再能遁地，他也是个平地牵制啊，他也是个实实在在摆在你面前的角色。你要去高低差追古董，对吧？追幻灯，再追个。来进入对局看一下低保的一个追击目标，先往中场走。那也看到另一边陶丽已经逃离了，坏了，陶丽现在他直接去大房了，本来没有高低差，现在有了。现在有了。对，感觉地保找应该是不找了，应该不找了，找这个绿河2个人。绿河2个人上来是直接找梦露的气象，然后没有，又找猫猫的古董商，没问题啊。但是古董商的话，它是一纯牵制天赋，而且上来这个时间差也没有好到说能交这个双重惊喜。对，没有交双重惊喜的机会啊，身距没有贴近，而且高低差也很难放。这边交转世继续赶路。看一下第一波双惊喜命中，第2波感觉可以夹一波双球。哎呦，先点刺拉开距离，但是黑球马上就要能上了，来得及吗？哎呦，被打到一个止戈。那感觉这个夹角好像还能再给一棍。飞轮消球了，漂亮！然后再补一棍。看一下接下来的博弈怎么说了。感觉有点难受了。对，双球，但是没差一个火，哎呦，可以，这波火球中了，那还行，还行，就是弥补了上一波的一个亏损。是，不过这边又命中了一个土球，然后猫猫的话应该也又能当神了，又能当神，又要移形了。对，移形过去贴脸，然后下去给个落地球吗？给不了，哇，落地棍是有的，落地2棍，落地2棍直接
沉默，那也没招了，没办法，只能跟着用土球撵一撵，减他的移速。是前面看看这个双球能不能击倒了。哎呦，走位很细节，还是上的这土的球，土，对，那还差最后一火个白球，白球倒了，哇，3台接近3台1分42秒击倒，这个很难有4抓节奏，现在是固定需要2波双倒了。对，而且古董商道具也交完了，其实胜者甚至可以考虑压满。但是梦露已经贴点上了，反正这俩本来出生点就在一块儿，对，而且气象学家这边带的化险为夷，是离得也不远。他承担依旧位置挺好的，然后守墓人刚好可以去补顺路密码机顺手的事儿。主要其实梦露他本身也不怕双倒，双倒了之后我有我的这个女嘛，是，还想探一刀，只能探一刀，而且开出来机会，对，空中分瑞也还在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接近。给古董商一个红球，但是现在的话呢，绕场谢幕没有，只能硬凭借走位去打这个球。对，但古董商也没打算躲，对，他就往角落走嘛。对，再救一波，机子也够。是守门人再救一波。最后2台都已经要准备开始修了。对，而且幻灯师的话呢，应该是给自己的密码机一个静物投影了，所以在我们的左侧是不显示这个进度的。但其实我估计他已经修到40-50了，40多。对，2台密码机差不多。对，你看突然涨了。那陶迪的话呢，过来准备执行救援，他在土里呢也没有什么压力。这波就可以卡得尽量死一点。然后最后一波看能不能正产直接强行救下来。反正救下来就直接亮，我又没有回光返照。这把对于地堡来讲，4抓面很难看得到啊。化险为夷，不管他了，不管他了，他可以往中间倒。就是稳定的4人开幕战了。这时候飞轮还规避一波。是的，插土。身上的惊吓标记还在，还差一颗土球。没办法了。到角落了。这局的话呢也没有底牌嘛，所以密码机应该是控不住了。对。另外一次幻灯师又是在静物投影修啊。是的，等到挂上密码机就应该是压好的，甚至啊，你看，甚至是那个幻灯师先亮了。对，然后陶丽在脸上给压力，另外2名求生者一个卡中场，一个去点门。对，3个求生者对于地堡来讲没办法处理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另外一侧门，他就是没招了，已经现在。对，就是我把守门人秒了。然后再移形再秒2个才行，是很难，太难了，太难了，更别说这边陶丽还秒不了。是的，另一边门已经点开了，那2个人走了，幻灯逃出庄园，这一局也就没办法了。是的，击倒的陶迪，是的，保住一个平局，那也是要恭喜 T 拿下了胜利。对的。对他们来讲，再赢下1场就能够拿门票了。是的，已经进入到胜者组的决赛当中了啊！其实如果说这个队伍啊，上限是非常高的，而且医生他特别好去陪跑，牵制能力也很强。就哪怕我是一个这种纯追击的，但医生他不停的去回状态啊，我的后期的一个控场也比较难打。如果他选到山寨底的话，大概率还是要选在鬼屋桥的。对他这样选也有好处。如果说你选到3战的话，那我佣兵这边密码机被封锁了，刚好我直接追击目标。看一下，本体是选择往古董商那边走一走，然后14人的话，可能想先干扰一下桥上。这边的话可以给阿策先补一个寄生。是的，其实落地58的一个侵蚀度。想要直接去动这个气象吗？确实是有收益点，因为它是一个纯博。对，不过这样子的话，其实顺路佣兵那边也会被干扰。但问题就在于气象的话，它的一个道具还是比较好去牵制艾薇的。哎，这边是回头看到一个62，那有点小小的危险啊。看这个14人的喷能不能躲掉，一个远程的风把本体给吹走了，现在喷也不敢交。还是先贴近身位吧，不过感觉这个侵蚀度的话还是有点危险的。是的。现在的话是2边一直在双控给压力，看能不能预判到，没有喷到，回头给了一个风，但是也被艾薇给扭掉了。对，不过其实身位上面还是有一些的。哎，这里有一刀。是的，远距离的一个喷。加瑟也知道你的闪现快好了，所以说我是不能为你闪开的，可以接受你远程把我喷满。他手上再捏了一个风，他其实这里可以考虑用云哎。不过这里的话可能得交闪了。他其实这个地形用云来拉开的话也不错。他可能怕被14人给喷下来了，交闪打一刀。密码机的话差不多是2台半。
但还好飞行家是已经修过一台中点的连密码机。没错。这样的话呢，上挂之后看一下他的一个手椅了，因为我这边追的是一个带化险为夷的人嘛，那我等于说你这一局只有外面佣兵的一个圈，其实对于求生来讲，他这个节奏还是很难够的。再加上前期佣兵被干扰了，密码机的进度的话也是不多的。那口佣兵弹过来，以前那个技术，那个救人的博弈了。还是稳稳救下来，但是要给一个双倒要双倒，对的，看一下这刀还是中了，就是他带这个狂暴会有的一个收益嘛。我提前去喷，然后看能不能去博弈你，先打你一刀，然后通过我这个擦刀结束之后晕住你去打一个双倒。而且气象的话，第一波其实道具已经交的差不多了，再加上这波是有一个2阶落地的，现在99的一个幸运度，再加上没有道具，那肯定是活不了了。对，过来平地的话就要给到这一刀了。对，那这样你过来的话，本身密码机不够的情况之下，还给了一个双倒，他本来就完全没有办法去回头嘛，然后你再加上道具第一波已经打空了，也没有带牵制的一个天赋。还是太难去操作了。这里飞行家的话，其实给的还是有点，就侵蚀度还是有点多了。这样的话也是把佣兵的倒地的一个位置给击出上，逼迫你去交一个自愈。那对于求生来讲的话，这个局势是非常劣势的。看看怎么样往平局或者走1的方向去拉扯吧。也是选择了一个打针对的思路，哇，可以喷一口，这刀是没有扛到的，不给任何26的机会。哇，他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先减员，然后我再去续第2手节奏，因为我知道外面密码机肯定不够，我这边可以利用我的2阶来控场打状态。100传送落地，这样一刀有没有？没有，一个大喷，还有反应速度非常快。哇，感觉卡莫他这手飞行家的话也是把控的非常好啊。是的，不过星月这边也是反应非常及时，赶紧是把1·4人调回来桥上。他这里是等于骗掉了一个2阶嘛，然后佣兵你再补外面2战的那台残机，现在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也是在往舞台去磨。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他需要去把控到这最后的一些时间。是。主要你桥上是比较多的那台，那这样的话就需要你外围可能要多起一台密码机。没错，看一下，走路这个追猎已经叠起来了。古董商的话，他这一波应该是可以去拿1刀的，看要不要交这个闪现了。可能还是想省，那这样的话会有一个博弈的机会，打出一棍止戈。这个板子已经用掉了，再来一棍。但如果说要省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去拿到一个击倒节奏的。其实我感觉他的一个节奏，因为已经压住桥上，求生者肯定要新起嘛，对，完全可以说我闪开，然后再去2阶找这个飞行家，把状态全部都打残。那现在的话是古董商的刀没拿到，飞行家的话也没有说用2阶去开刀。是的，而且你这个闪现因为刚刚没有交在古董商的身上，那现在的话，其实你再去交闪那个身位暂时还是没有的。对，会亏一些距离。不过像古董商的话，他也是不敢拆这个陶片的。飞轮去消掉了侵蚀度，刺野这边操作也是没有任何问题。求生的话，因为那边等于是一个3连嘛，所以说也是被控的比较难受。最好是有人能够跟佣兵先去调整一下，让佣兵也去解放一下吧，不然他只能蹲在这里傻乎的看着队友，对吧？他没有办法过来。哎，这个时候选择闪现了，突然想通了。就得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打球人的状态，然后再去用陶片架一下终点的密码机。不过这个时间他在拉扯的时候，其实佣兵的状态也还是残的。是的，他们没有时间去补。感觉这里可能会去给到一波击倒了。对，现在这个终点半场可以说是到处是陶片啊，哪都是技术过的一个印记啊，求生者是很难去破译的。对的话，护腕得直接弹。是的，不能给机会。卡蒙这边的话一直在施压力，主动的去在终点这边修机。桥上的话也是让古董商这边再给监管去施压。星野这边一直去来回的控场拉扯，看能不能消耗一下状态吧。哪怕把这个求生的道具去逼一逼也是好的。
主要求生这几波拉扯其实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是没有给到这个状态。古董商那边还是你交出来一个闪现才拿到的刀。对，就你过来的话，我是知道你过来的，走路的话没有给到太多的机会。其实对于监管来讲的话，他现在就是去消耗一下你的道具还有状态啊。地图的这个板区呢，也是能踩就踩。双方这个拉扯还是比较谨慎的，但这边二阶落地拿到一刀。这样子的话，其实终于是控到了每个人都是半状态。对，现在就是有机会去起一个上挂的节奏了。但桥上那台这波能到80多呀，不过还好， 14人得赶紧赶过去。不过还好，他也不是特别多。他对于监管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个机会的。但郭东商他现在这个技术没有好，感觉要强压了。压好了。甚至于说他可能会选择直接开，没关系，现在还有一个开门战的机会，而且他的闪现是可以拖好的。这一把依旧有一个多抓面。不过求生者的话，因为他们道具上面其实并没有说逼得特别干净，古董商那边还有一半的机关消，飞行家2个喷气背包，感觉这把开门战还是有点难打。现在的话，求生他要考虑自己点不点这个门，但他把技术给交掉的话，是本体必须要传过去的。不然古董商就直接点门了。是的，看一下这波的闪现，应该是想要直接闪现去收下这古董，看古董会防到吗？主要是这里的话得迅速去处理到古董商才行。对，卡莫这边也在点中点的门，帮队友分压。你不第一时间闪现，我就要点门了，而且还在这个边缘去骗你的一个传送落地。非常有经验呀！过来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身位，而且他可以直接交喷气背包，这样的话你没有闪现的距离。感觉 GR 的求生还是太老练了，就在前期一个比较劣势的情况下，3个人拉扯的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严丝合缝啊，这完全没有给到任何的破绽。看一下我们监管者能不能利用这个闪现去创造一些机会了。是的，过来佣兵那边也是直接跑了。星爷这边的话，其实目前看下来还是会比较急的，因为挽留的时间已经过半了，还有最后的一个40秒，这样二阶过来打到佣兵的一个机会，佣兵是没有自愈的，而且这波感觉不用佣兵来扛压呀。是，这样子的话反而是没有绝处逢生，会成为一个伏笔。对，因为刚才佣兵的话，他是一个满状态，他没有什么道具嘛，其实最好还是要再拖一下这个挽留的一个时间。挽留的话，其实本来剩的时间就只有30-40秒了。是的，是的。并没有说那么着急，一定要去让佣兵点这个起点门。哎，手上有闪现，这边的话，卡莫必须得交出道具去拉开，手上有个弹射，看一下最后挽留10秒钟的时间能来得及吗？现在很着急啊，5秒钟，感觉有机会可以去闪，感觉前面的2秒钟能做到吗？闪了，最后1秒，哇，非常漂亮，极限的一个闪现平 A 击倒。那么这个佣兵没有自愈，古董商是必须去治疗佣兵的。再通过一个二阶落地，再把古董商打残，而他的道具也不够多。那现在的话是不着急，可以先处理这个古董商。想要再传送过来先挂一下人吗？其实感觉他可以让那个14人先在那边，对对对，然后本体过来找那个古董商，然后14人先给卡梦那边来个寄生。他本体赶一个14人去牵制另外一个，因为他只要压住古董商的身位，不让他干事情就行了。现在门的进度是没点过的，然后没有绝处逢生，压住古董商是起步3抓，而且飞行家这边有一个14人，他也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对，他只要把古董商压得够远，其实他14人就可以开始干事情了。对，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现在已经是一个大概率必输的一个死局了，有点无解。因为监管他这边可以慢慢拖自己的一个技术和技能。是的，再来一个二阶落地，依旧是秒掉。而且刚才本体是把古董商逼得很远，飞行家也没有自愈，再传送过来。现在2个想汇合，能不能强行的摸起来呢？佣兵这个进度应该是能够去强行摸起来，但是马上就要技术落地了。感觉摸的话虽然能摸起来，但是后面还是很难打，因为2个人都被卡在鬼板这个区域了。暂时是没有2阶，但是求生者的状态也等于被永久性的挽留，对吧？都是一个1刀倒，而且卡梦的处境是非常尴尬。他在那个地上拉扯的话，求生者首先我得找个人来摸他。看一下佣兵现在想翻一下鬼板的箱子，其实这边这个门点不开，他还可以通过寄宿卡梦来获取摸到一个其他求生者的位置。对的，那可以先治疗一下。来看一下其他的人在哪儿，没有看，选择再传送过来把自己2阶给交掉，想要挂人了。那这个时候给到求生者一个喘息的空间。而且这波的话，佣兵是能出来扛压了。11分钟的拉扯，这一局确实双方都打得异常的艰辛啊。
而且两边的话打的还是比较细节的。林瑟这边的话，他是能把自己状态补满，选择压了一手。古董商也是靠近了飞行家的一个位置，他可能想让佣兵去做一个诱饵，去钓鱼吗？难道说佣兵过来点门，然后让你传送过来，让古董商偷人，佣兵这边再回针回状态？这个是求生者的一个计划，但是监管者会上当吗？强行点门，进去都不管。还是传了过来，想打掉佣兵，以为佣兵自愈，但佣兵这边直接回满状态，古董商趁这个时候去救人了，人被偷了下来，先上当了，没有关系，闪现。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波他直接闪佣兵就行，因为终点门其实进度也还是没有的。是的，这样的话你E4人还是留在那边，想强行去点一个起点，但是佣兵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坚强的时间了。是的，而且这波的话，佣兵那边实在是没人能管了，因为你刚刚是已知古董商在终点站救完飞行家。哇，这一局真的对于他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全场游龙啊。是的，他其实是把求生者那边压的有点很难去运营了。是不停的去控场压制，而且再通过E4人去获取求生的位置信息，脸上的卡梦，因为刚才上过挂，可以选择去针对一下他。也看到了磁铁的一个位置，这还想再传过去吗？感觉不能让他们去摸呀，再飞过来，再走路去追一下古董商。还有一些道具，还有个飞轮，但是他这个道具的量太少了，是不够去打出一个足够摸佣兵的时间的。是的，但起码能稍微拖一下自保。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可是佣兵实在是没招了。对，卡梦等下还得去给这个压力，让他寄速过来。求生者不停的分压，但监管者也是每次巧妙的化解求生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是的，过来的话已经是满了这里，接着我再打一刀，依旧也是没有绝处逢生。而且等你去摸人的时候，我立马又传回来，两个全都没有自愈。这个时候只要掉我的一层找到古董商就是一个4抓，哇，太精彩了！而且现在的话，其实飞行家他本身你再飞过去，再获取古董商位置，这就是顶级的艾维选手的思路啊！这个熟练度太高了，完全是不慌的，太清晰了。这样的话，计算下古董商，虽然桃面没卡到下面，但是古董商已经插翅难逃了。是的，主要两个人都已经是没有绝处逢生，所以现在对于古董商来说，已经机会比较小。对，而且飞行家那边的倒地进度条差太多了。他其实已经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了。就算这么把佣兵给摸起来，其实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的，而且你门的话，其实也没点过，只要你门没点，那两个人不淘汰。那这个位置的话，也是等一个走路的一个击倒吧。下一个技术，再过20秒，也没有太多空间了。闪现也要好了。飞行家那边他也是迟迟淘汰不掉嘛，所以说你也没有什么走地窖的说法。再给个2阶落地，E4那个盆躲掉，想要去坐车，闪现还没有好，还在争。但星爷这边直接提前传送过来，走路距离应该还差一点。这个站台是没有人帮忙点的，飞行家那边还有很久啊。是的，而且手上有闪现，应该是没有太多空间了。还在轮试，想不要预判这个闪现吗？没有，喷一口打断动作，再闪现平 A 拿下4抓。我的天哪！哇，这把4场都是打得非常熟练的。是。现在求生者的话，他只要能保证前期1-6的时间，稍微充足一些，就比较容易去拿下这个大分了。但如果在起点的话，我去坐车。然后再交路易，进鬼屋的话，其实你还是比较难追的。不过换了一下，换到鬼板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还是要去鬼屋追击一下咒术师。是抓这个咒术师的话呢，感觉效果上来讲确实会更好。连锦上来是直接选择进鬼屋去找一下咒术。看一下咒术师的一个牵制思路吧，毕竟他这个压力非常大的，直接选择上2楼这样的一个回速回下来，可能要直接去进入到一个近身博弈。是的，小短板。再用小碎步去骗猴，但是这边的话是没有交道具，被抽了一刀。这一刀拿的还是比较快的，20秒左右。那感觉接下来的一个牵制也会比较有压力啊，看能不能攒出一个3层吧。选择踩板，起码说要拖到自己的一个飞轮的 CD。现在有一个3层的大猴，但是交位数这边要给了，哎，直接交。是这把年纪还是带了一个失常啊。他也是比较去赶这个节奏嘛，看能不能通过失常来消耗一下密码机进度。但是这个追击的一个时间感觉是要被拉长。在下板手上有一个飞轮的博弈，而且下一个猴马上要好了。
哎，这边还是被打到了。是的，没有翻过来极限时间的一个震慑。那2战牧师的那台是开不了，那台是比较少的。对的，68的一个进度要被干扰了，可能直接踹掉。是往1.5这边去切。哇，还刚好通缉到了脸上的莫斯啊！这下可以直接去逼救了，但想了一下，还是先去交这个时长吧，比较重要一点。并这一脚的话有60的一个进度。是的，不过时长加完的话，牧师那边就能保证一个无伤救，看要不要帮一手。现在的话也是得尽量保他的一个26嘛。板区也是不省，是的直，接帮拍到咒术那边能进点，他就直接回去修机了。咒术的话现在还有2层。哇，龙年金也是很稳健啊，不跟你去短板博弈，先把你的板子全踩了，把你架在一个大空地，然后再去拿你的刀。不过这个点的话已经是没有什么牵制空间了，是的，板子已经都被踩光。这样的话呢，要再换一个人来救了。但是让谁来？可能狮子已经绕过来了。看这个通缉，还好没有通缉到。但这把其实后期对于求生者来说还是有一个去打拉扯的空间的，因为飞行家那边他其实手上的2台任务已经是可以完成了。没错，是这边直接摇表过来，想去多卡一会儿这个淘汰进度。不过这把密码机因为被踹了一脚，实在是差的有点多啊。哇，3段全交，这人还能救吗？但淘汰进度条点高极限，下博弈，哇，还是极限救下来了。太能博弈了。感觉刚刚随时不是震慑就要飞了。是的，这波很危险。这边一个吼了一下，拉开一下距离。因为这一波的话，宙斯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板区嘛。而且他刚才也是断引了。现在密码机虽然说看起来差1台，不过求生的话，他也通过这个时间可以去是的，补状态。这波能拖出来飞轮，对，一个飞轮交出来，不过还是拿到这一刀。倒了。这那现个在差一整台的密码机，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不过求生那边的话，让木偶神跟大副进行一个调整，直接2个人都变成满状态了。因为也是不太想给到你这个机会嘛，因为他们知道这把只要跑1个就行，所以还是尽量的先去保状态，是的，然后跟你去慢慢打拉扯。看一下监管怎么样利用最后这一台密码机的一个时间去做事吧。发现大副直接摇表，那选择直接绕过来，可能想要去找一下远的飞行家。但剩下的密码机其实位置上面都是有点远的。是的，球这边也是不着急修机的，交一个回速过来，想要再去找一下大副的位置。哎，这边已经发现了狮子的位置。看一下，这刀拿到，看2台机是同步在修，而且是一个对角线的位置。进度上面差的也不是特别多。对，就年底来讲，我不管说我把这个人处理到哪边，另外一边的人都可以去破译。这里的话直接击倒，但是问题是鬼版那台已经是60多的进度了。对，就是我又要去起一个上挂，我又要去拦截这个救人的人，但你现在也不知道哪边的人会来救。而且2边其实都有点难去进行拦截。是的，你看到过去管他的话，他那边也不会给到一个击倒节奏啊。对，看到狮龙这边在没有抖之后呢，还是来选择压一下鬼板。马上就要压好了这边。对，交一波回速，让密码机压好。还开了一个圈，大副是有回光返照的。现在的话就看一下他们安排门的话是点终点还是点起点？是应该是点起点这边进交互去开机。但是往起点去赶的话，其实会有一点点远。对，想要秒这个大副的话，还得花点功夫。哎，这边是击倒了大副。哎，不过现在求生者的门没有点，他还是有机会，手上有个底牌。看看跟求生者位置的一个博弈了，因为他也知道压机的那个位置在鬼板嘛。是的，现在的话就看一下，先往这边排，以防你有人过来偷偷卡着大副。没错。但门的进度其实也在掉，
现在门要开了，他传送有点来不及。齐尔明了，那这样的话，费加选择直接卖自己，保那边的木偶师出门，也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是的，就你这波你是最多只能拿3抓的，你一旦传送过来，我这个人就救了。那你如果找我这个飞行家木偶师那边能强开门，那最终的话也是跑版本贴不贴的问题。我说白了，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追击的时候，我就比如说觉得也有一点乏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的绝活，对他的这个操作要求。来看一下他一个追击的选择。那这个阵容的话，肯定是如果说让选的话，肯定是优先处理勘探员嘛，对吧？毕竟勘探员的话，你前期你不处理他，他后期还要过来去 OB。不过这个点位的话，感觉比较难去排到磁铁了。是的，而且磁铁的话，它是比较谨慎的。哇，还是想要硬追，也是一个拉点。他进的点就有点不太想要去追墓地里面的人，而且本身你在这个点位的人想跟他绕走，是，但是还是想过来找一下磁铁。勘探员的话，他这个位置还比较空，而且走的方向是有点往脸上了。是的，给个磁铁，前面一个火被封住半区。但是这个磁铁吸晕之后呢，还是可以进板的。这个拉火，哎，抽到一刀，拿一刀，哇，还可以啊，这个拿刀时间。对，还是比较偏早的，而且因为你前期有一个比较大的拉点，而且这里有一个地下室，哎，这个很关键，一旦倒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个东西直接挂地下室，拉火顶来了1分钟的一个击倒，勘探员的前期还是太薄弱了。再加上他这把不是一个双弹飞轮，直接是 VIP 贵宾席1位，这下可遭罪了。到了守墓人，是的，雪上加霜，闪现没吃的呀。这真是对于求生者来讲祸不单行啊！现在你这个救人位的话，直接被拦截在外面。是的，一看2个人都还在修。看拉队员能不能过来帮忙吧？对，他是一直在注意着守墓人那边的位置。卡梦的一个位置在中场，对，压得非常远，但是磁铁那边要过半了。他其实知道你不敢直接过来救，所以说把你密码机给占住。所以这样的话，你能够同时去赶到2个人，外面只有1个人在修机。没错，现在已经看到脚印了，这边只能下铲，人过半的可以让你救。选择是也在了，给一个激励回一下他的一个铲子 CD， 但是又被拉出来，2个人全部过来想要去打一波团，直接开局2分钟进入到一个，但这里一定要防这个铲，3人打团的一个局面。看一下医生，但是下一个火马上好了，看一下淘汰进度很极限，想套一个化学梅伊，这个火没有拉到，但是打到了勘探员。是的。但是打到勘探员的话，你比较难把它保活呀。只要处理掉 OB 位，那你这局就等于没有 OB 位。是的，那后面的话，你这个体系就被破解掉了。而且现在密码机场上加起来2台，就这么多年了，我们对付 OB 位最好的方法还是处理它，干掉它。对，这样直接拉火加速把这个人挂上。那外面这个守门人他是明确知道2个铲子都没有的。这一局的一个节奏是真有说法。你看现在密码机进度才来到了不到2台呀，击到了脸上的医生。哇！哎，这边好像是发现了。我说爱哭鬼真的很厉害，有没有懂的？在这局之前我可能大声了一点。是。那现在的话也是，摸了一个表，但是守墓人的话，他使用这个怀表其实效果并不会很好。看一下，你该差的密码机其实还是在差呀。拖下第2段的一个时间，主要是闪现还在手上握着，很难去牵制起来啊。一个火直接拉到了，小交闪吗？非常果断，在闪现拿下一个击倒。那外面只有拉队员，还有一个化血唯一，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就近去挂。但是不管你谁来救人，但是问题是外面都只有1个人在需要去4台机。这个阵容的话，求生者他们打起配合来非常厉害，但是打不起来配合就会显得非常的单薄。那现在阿特只能从远端绕过来，但是小网爷也是严防死守，直接把这个位置给你卡住。哇，这里再给一个树的一个加速带。救援上面其实还是有点压力的，感觉要卡满。如果说卡半的话，这波非常危险啊！选择来卡半，还好这个火是扭掉了，直接逃可以，就是能救下来的，也是能够保到一个无伤的状态救。没错。这样的话呢，也是成功拖了一波时间，而且他下一波还能再去救一波人，让医生再在外围去破译。但是医生在外面破译的话，是有3台一想要补的。是，这个时间的话还是太难去拖出来了吧？这样守门人上到一个2挂，看看2个人有没有去走一个的机会了，因为平局的话现在确实很难拖够。是的，现在的话是直接挂到了卡梦的脸上。对。
这样还可以原地去种树，再看一下这个密码机。现在对于求生来讲是一个火都不能吃啊，真的是一个火都不能吃。还好医生手上还有个飞轮，是的，感觉这波救下来是没什么问题的。在这里一直去通过加速来博弈，一个飞轮顶脚，还好是把火给躲掉。对，这里可以等着打针对。密码机还差半，打到了针对，打到了。那这样的话，再度的一个减员。医生甚至想拖一些时间，对他想拿命秒卡吗？拉到了，直接双刀，还是太贪了呀！想要去为队伍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自己却陷入了一个非常劣势的处境。对，因为这台机太多了，他想要去拿命把这台机给它点亮，那这样点亮之后后面才有拉扯机会。是的，依旧是一个起步的3抓，这个医生要不要考虑去挂呢？我觉得这波可以直接挂，因为他是知道阿策在哪的。对，这样的话你捏这个传送，他那边也不好搞。他想挂，因为2台密码机都有点太多了，而且医生他起来的时间有点太快了。是的，我觉得这波真的是得挂医生，然后再去排阿策的位置。那么阿策也就是这把求生者最后的一个希望了，看他能不能通过这个躲藏去找到一个走掉的机会。毕竟是一个拉队员，道具是充足的。看一下，来去排一下这边的点位，再回头反绕去打一个反心理。但是他其实可以去了解，因为这边是有自己的一个树的地形的，所以说里面没有耳鸣的话，求生者是肯定不能在这个区域，不然的话会有一个子火。是的，现在的话其实地窖点都已经是清楚了的，是的。但是他卡的一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对角线，对，这样的话他得坐车才行，他得卡一波电车的时间，然后坐车运到那边去，对，这样才有机会去走这个地窖。而且他是一个满状态，他是不怕你在地窖口去守的。哦，但是电车的话，刚好是在这边绕一整圈才能到啊。没关系嘛，大概等个1分钟就差不多了。而且阿策这边已经开始动了。但是要炸点这样。他可以摸一下边上的密码机。密码机的话，最近是独栋外面的那一台。哎，但他这里好像是有一个出圈的动作，看一下两端花球有没有机会走了。已经是往地窖口这边靠了，在独栋的一个方向，这里是直接种满树，想要去博弈一下这个拉火，但是很难。拉队员，拉队员已经过来了，等下可以直接冲过来。还是走到近处，先加速一个铺垫，再骗火，有第2段，这时候跟过来，一个火没有拉中，那能走？哇，还好是一个拉队员，而且是一个满状态啊。当然讲，他要对这个幻灯师进行一个手追，或者对于这个守墓人吧。然后古董商跟教授可能不太好下手，对他们2个前期的牵制能力太强了。躲住这个密码机，然后再配合自己的一个手椅。去选择的话是墓地外面的古董商、幻灯师、中场的守墓人以及独栋前面的教授。是的。好，来，那年锦这边，他是选择往中场先去管一下这边的一个守墓，把中场的密码机给驱赶。哇，想要直接去追，搭线过来，守门下铲，这样你是必踩板的。然后守门这边也不选择去交一个镇山位移，而是直接去遁土，继续让你踩板。对，这边的话其实长板都已经下了。所以还是得先去踩才行。3块板，那这个加速已经断掉了。过来是想赶一下奈仔。对的。那其实这2个人都是开局比较好追的。还想继续去追守墓人，哇，那继续拍板，继续瞎铲了呀！铲子马上就好。一个续刀，那还是被铲子给顶掉了。对，打是打出来了，但是能够进前面双11。对。这里的话，看一下这个主球能不能去起到效果了，把什么给吸出来。但是下一步的话，铲子又好了，就是要硬去追击这个守墓。不过还好给到的存在感也是会比较多，而且甲门的板子因为上一圈已经是用过了。对。所以这里的追击压力其实并不会特别大。下一个主球又要好了，可以继续去利用主球把他的路给堵死。要交闪吗？还是交一下主球呢？短板的博弈吃到一个震慑，开出2阶。密码机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多，这个节奏是比较快的一个击倒的。对，对于监管来讲还是挺好的。看一下求生的一个救人吧，因为他这个守墓人被追的话是吞了一个化险为夷嘛，而且的话你是没有一个先验天赋能够拉开的。
守门的话，他交完铲子的话就没有什么26的空间了。这里的话给一个主球，想去抓一下教授，但是没有抓到。这样的话吃一刀再救人。不过守门人那边可能还是比较难去拖了。嗯，选择交闪现打一波双倒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密码机肯定是不够了。而且守门人很难26，对，因为你考虑到守门人那边没道具了，所以这波其实你打到教授之后，守门人也跑不远，也牵制不动。对，那这样的话，他的一个节奏是非常好的，而且还能干扰一下远的密码机。而且这波因为给了一波双倒，所以你还是得有人过来卡着，并不能说把这个守门人直接卖掉。那这边的一个争胜面，这不就来了吗？密码机现在只有一个人在破译。第二波的话，你又没有一个化险为夷，你必须要去救人，然后去陪跑。看一下古董商的操作了，能不能把这个节奏给打回来？先吃一刀，直接2棍、3棍，哇！但是还好，这样的话自己变成球形态，还能去跟上手部。是的，教授的话是交出来了绝处逢生。嗯。这能调一波吗？范登时已经在帮忙调整了。对，在补状态了，2个人应该是可以摸好的。因为这但密码机差的有点太多了呀。是的，但如果说不调整的话，你后面变成突破口就更加难打了。嗯。你想要过来去看一找下第二手节奏的一个衔接，找到磊磊。这个地方的话没有第一交灯片，这个灯不好交。飞轮，但是被絮刀给骗到了。那他有点难牵制了呀。是的，这样的话，其实你整个局势都是冲着一个多抓去了，因为这把其实密码机现在还不够。再过来，这个灯片一交，很危险的一个板区，把这一密码机顺便封住，边追击边控场。哇，把人再给抓进来，没办法，这一刀带走。那现在密码机是真的不够了。因为你有人续上节奏没有牵制起来的话，有人得过来卡着。对的，现在这把的话，你想要去保平走一就会比较困难了。这个密码机它随时都可以控，而且的话你也没有化险为夷去拖时间，再加上古董商是一个半状态，压力都给到这边的一个守墓人，教授。教授这波救完的话，其实也没有化险为夷了。对的。再给主球，再推，骗一下鳞片抓过来。等你出来的时候，我再去打，没有任何交道具的一个说法，还是被压在了 S 板的这台密码机，然后这波还是想要先去管一下。是的，这一手抬手确实把效果打出来了呀。然后后面续节奏上面还是续的比较舒服的。是的，他第二波去追这个幻灯师的一个速度也是比较快，而第一波抓这个守门人是打出了一个优势的。剩下3台密码机其实稍微有一点近。一台中场，然后甲门跟 S 板的。主要你现在这个人也不好救，而且这个密码机你修中场的话会一直被回退，加上可以用主球去干扰。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以选择放弃手椅，过来直接抓你一个修机的人。你教授那边其实也熬不了这么久，你过半之后是可以去外面控场的。而他其实还有一个说法，是我直接在你这个密码机边上直接放一个主球，然后一直让他去吸你，这样的话可以10几秒让你修不了机。这里有闪了，直接飞轮防了一手。但是这个人真的是有点救不了了。这边还在强修，我想操作，只能云门打止戈才有机会，但是感觉年纪不会给到他这个说法呀。主要你那边只要一有闪现身位，我直接闪了，不跟你讲道理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密码机还是差一点。能走一个吗？感觉也是比较难的。把密码机给主动压好，想要自己给自己压机，但是这边连着线。要注意这个时间，打一刀能开吗？回退了，刚好差一点点。那没机会了。拿下了一个4抓，哇年。对。主要是胡锦村的杂货商非常的强势啊，这张地图就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一个优势地图。
这把跟前2局画家小船的火灾，然后大船的病患，大船底下的头大师，然后杂货商是选在了小船的前面。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直奔着小船或者木屋的人去追击嘛。因为他这个图的话，好看一下这边是先给一个藤蔓，但没有选择往木屋走，而是回头直奔着船下的救人位来了。还是想要先去找一下狮子。今天真的是要跟救人位死磕的一天，谁救人我就揍谁。起码能够去闷掉一个化险为夷。就给到一个迷烟炉，只能说先跟进一下，等待他迷烟炉的一个冷却或者说转点。但这个距离的话也是被拉得很近啊。对，身位是稍微有点近了，这里再来一个开门。对，所以先炸一下，把这个被动给打掉，那很危险。再给个小心被藤蔓咬住，一炸一刀呀！一炸没有炸到，还好。差一点点被秒了。因为这个藤蔓距离太短了，所以说它控制时间也是比较短的。不然的话，当时就是直接被一个瞬秒。是的，不过往前面的话已经是非常危险了，一个移形交出来，移形过来应该是没有直接击倒了，限制空间1分钟。大师他的一个个人自保能力还是没有那么强。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监管者上来会去试一下的原因。但他挂这个椅子的话，可以把这个给挪走吧。挪到海边，或者说上大船。其实感觉他病患在往大船走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他把自己放到大船也可以，但可能不想干扰一下大船的密码机吧。这里给了一个藤蔓，那看一下。后续这个救人了，他其实这个救人还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他首先呢，他这个逃逸进度本来已经过了很多了嘛，其实他这边手上是有藤蔓的，对吧？感觉救人上面可能也是比较难去卡到半了。他等一下，当时他马上就要到一半的淘汰进度条，他等一下故意把这个藤蔓延长在椅子边上，对吧？你只要敢过来，我咬住你，那个控制时长，然后再加上我这边有一个出刀震慑的博弈，而且我还可以说我控制你之后，立马在这个地方再吸一个藤蔓。就是连环的去控制，那你这个人很难卡满，应该是要卡满。而且前期的话，因为你本身牵制的时间不是很够，又闷到了一个化险为夷。是的，是的。你只有外围火灾的一个化险为夷，可能还是压满就会更好一些。这一把对球人来讲的压力还是很大，就是他这个前期牵时间毕竟比较短，而且呢，密码机这张大地图你修的是没有那么快的。那他的杂货商呢，最关键的一个手椅，对吧？你外面你这个圈不好去给到，而且他也没有什么26、36的空间。所以这一局其实是一个比较劣势的一个博弈了，所以感觉还是前期会稍微牵制的时间不太够吧。是，也因为它跟逃脱大师本身的一个特质是有关系的，它其实本身在自保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点乏力的。对，比较劣势嘛，他自保能力。其实我感觉他第一波丢迷烟炉的时候在1楼，他不应该去上楼的。他如果说选择上楼的话，等于说这个道具白交了，而且监管者他能很快的跟上。他不如说我把这个迷烟炉一丢，我就在1楼这2个窗区去绕，对吧？那哪怕说我这边给到你一个打被动或者炸到我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还可以继续在1楼去续我的道具。是，而且本身的话，如果说他在一楼去绕，他的那个迷烟炉的覆盖范围，我觉得是比较好去牵制的。对。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那样上到2楼，然后身位拉近了之后，你如果往右手边那个地方去转的话，他的那个模型一开门就破掉了。他反正就先利用这个迷烟炉去卡视野，以及他进出的一个加速嘛。如果说你第一时间去转走的话，就比较难牵制了。这边直接过来，他们咬住不让你救，再随时炸一下，有出刀博弈的机会。好，套下来了。最后一个气囊。他确实得赶紧贴过来救了，因为当时再不过来就要过半了。但是这里的话是这画的话没有把它卡在板子里，有点可惜。第二波的话，这边再开个门，那陶大师一炸倒，直接炸过板，然后出刀，但刀空了。但是还是抽到这一刀。如果说这一刀没抽到，其实画家也在旁边准备着了。对。这样的话，还想再摊一下画家，画家有飞轮，哎呦，没有顶掉。那还要接一刀。现在场上的话，2台小遗产，还差一整台密码机。是的。对监管来讲的话，这个节奏现在是无限好。
但是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第二波的救人的话，你现在只能让病患来嘛。但是他这个密码机的话，点亮之后再过来，其实也是有一定压力。而且如果说被打的针对，剩下2个人都很危险。不过还好他能抬钩过来。看一下这波的一个救人博弈吧。是以前的一个藤蔓加上一个碎石的炸，直接去上有点博弈的压压力的小心这个淘汰进度也，救下来了，骗一下，还是被针但是对打到了，还差半台。或者再过来直接去放话，通过话来打断，没问题，不然自己就要倒了。所以可以先把逃脱大师进行一个减员。你后面去打拉扯的话，其实画家跟火灾目前的状态都不太好，嗯，然后包括你病患也有机会秒的，是的。还是得防范一下。再开个门，如果说你这波病患倒了的话，其实外面是完全没有办法救援的。是的。藤蔓飞走，一个钩索飞走，藤蔓跟上，哇，这也咬住了，那有一个加一刀机会，秒了吗？没打到，哇，很极但这也能限。开门过去，这个短位置把钩赶紧交出来，但是反应飞非常快不远，还在脸上，哇，这个是真的紧张了。但这里其实已经算是非常好，不然他刚刚那个碎石已经要倒了。是的，这边再走位扭一个碎石，但是还是踢倒了。我们俩基本上能压好，现在赶紧把这个给牵起来，现在还有一个多大的机会。斗智斗勇啊！压是压好，磊但是雷他有一个护腕和一个飞轮，他有机会把这个人先掏下来，就看他操你先看一下作了。年龄，护腕躲下，也西夏脸上的藤蔓直接飞轮冲，但是还被咬住，先持刀再救，没关系，人能救下来。这的话是已知画家那边肯定是会被快速击倒的，所以选择先去找一下磊磊。想给一个先击倒画家，然后再回头去处理这边病患的一个节奏。因为2个人的话，病患是已知交过2个钩爪，还有一个，但是画家是当你面把护腕交了的。这把大概率还是能够去进行一个3抓啊。是的，现在移形的话，他大概也是知道你跑不远，没错，直接往中场这边来锁，而画家是一个一挂低脚，他是走不了的。前面的耳鸣已经出了，就看他能不能精准的定位到人的位置了。但这也能看到脚印。是的，然后藤蔓直接咬住。远端的火灾想来救人，但是这个距离是不是有点太远了？算了，他想走门。第3个藤蔓再过来，还是被缠住了，但是被缠住了。直接打一刀。这个时候马尾在外面，怎么办？但如果选择挂的话，感觉马尾就可以走了。是，应该还是要冲门了，因为这波的话不可能再回头。你想要防一手，你救人也是不会去把技能交给小门的。是的，因为你刚刚在追击病患的时候没有交技能，你现在就有一个是的，回去一的说法。个藤蔓咬下呢，还是一个3抓，哇，依旧给对手上压力啊。也是挺有说法的，对，而且他能够去有一个4抓的上限，就是看你能不能把它打出来，而且也要看对面的求生者有的时候会给不给你机会。抬球打脚，骗完之后我再回来杀一个回马枪。因为你像弓箭手、杂技，感觉这2个点可能不太好去追击。是的。这样的话来看一下他的一追选择，果然是往救援这边先走一走啊。大副的话也是完全不敢修，直接从后面反绕一手。现在救人位是这样的，是的，救又得救得好，牵制又得牵制得好，因为很多监管者上来就想闷掉你这个化险为夷，然后你本来就单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改变思维了，以后让这个救人位带双弹飞轮，让这个牵制位带化险为夷，也未尝不可。那你可能得在比赛里面才能这样。对对，他们其实之前就有什么木偶师，我带个弹射，然后让魔术师带个纯搏，对，或者教授带个纯搏。不过这边想来海侧去找一下卡梦，对，直接远端过来去反追一下杂技，但杂技的话还是比较难追的。这个白球跳出窗，而且你还不敢翻，哇，老奶奶翻窗来了，还是得硬吃。对。
这样的话再跳出来，管子一拍的话，闪现是好了，有个闪开机会。是的，也是很果断啊。张皇去开出自己的一个一阶技能，这样主球可以封住交互点，让杂技没有那么舒服。选择直接反走，然后这样再跳，有没有一个主球抓的机会？没有来得及。但前面可以封。哎呀，又差一点，差一点点，推杆也被躲了。哦，那这里的话确实是规避掉了这一波。是的，而且本来这里可能差不多要终结这个杂技了，但现在节奏要被拖起来了。没错，而且弓箭还在边上去给到一个压力呀，这样可以直接去挂一个4叶度，不一定要打晕，可以直接上一个50，但他选择是不交，相信杂技的牵制。然后再给一个主球推杆，被抓住了，那就等你自动出，可以先击倒。密码机的话，现在是2台半左右。但同样的是抓到了一个有化险为夷的人，那你这把的话，其实外面就只有大副的一个。看一下这个救人之后的一个26跟陪跑吧，因为现在弓箭手他毕竟道具还没有交过嘛。而且你的闪现是已经明牌出了，所以说对于他的一个 OB 来讲的话是非常优势的。反给抓远，这样的话其实好像弓箭手是故意过来接这个主球的。大副也来了，其实帮我位移一下，说是这样扛到了，那有点坏呀。对，磁铁这边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对，让大副回去补密码机。而且这里的话，一个跳球拉开距离，这个推杆不好推了，想封锁前面的板区。弓箭手的话一直在后面跟着，但这里的话还是能击倒。击倒了，就是看一下磁铁这波怎么帮。河床 OB 开始架狙了，现在这个位置很难去直接把这个人给挂上。手上磁铁还有飞轮。对。这里是比较难去处理到这个满状态，还有后跳呢，飞轮的，对吧？壁弩后跳，直接放一个香水，哎，但这样的话，他的弓要进入到 CD 啊。是，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个数秒的 CD 的机制，他可以先交飞轮或者先交壁弩后跳，然后拖时间啊。反而是给到了去直接签杂技的说法了。他这波其实是不应该这样打，他这样打的话，技能拖好了，等下2挂，就是挂飞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OB 了。他这一波是最好 OB 的时候。而且容错也是够高的嘛。对，尤其是刚才监管者还把自己的一个主球给打掉了，但稍微给了一点点机会，没有抓住这个最好的一个时间。到脸上射箭，直接开始左摇右晃，一个掏针对打到，记得针对，而且这个地方太近了。现在全看弓箭手的一个 OB。监管者选择先锁一下密码机，打一下大副吗？把表给逼出来，然后再回头。不过回头的话，其实也是摸不起来的。是的，它主要是骗你的道具。对，直接切能这打交互吗？没问题。杂技赶紧跳球拉走，有闪现。这个点的话能给个50，交飞轮不想吃到，那可以直接闪现收。现在这个弓的一个冷却还有5秒钟，不过上这个4叶度是要消的，必须要罚站一会儿。但这样的话能稍微再拖一下磁铁的 CD。这个弓箭能过来再射一下，打下来了，扛到这一刀关键的一刀，没扛到。哎，可惜如果扛这一刀的话，是有机会打一个3抗战的。是的，那这样能先去打一个减员。但这波的话，其实他是拖了非常多的密码机，本来是差一整台的，现在那整台已经有70多80了。没错，黄岩的话，他这一把的一个针对刀打的是非常好，也是完美的化解了弓箭手对于他的一个克制。那现在就看他最后一个控场了，密码机锁住，直接过来压迫一下玩具。哇，这个板子感觉得踩。先不着急嘛，退一会儿你密码机。但是外面的话，其实状态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这边已经让大副去兴起了。3台离得也是比较远的。对，他主要是大船底，他这个击球点也不多，现在没有办法很快的去续上他的一个节奏。这边等你来追我的大副的时候，我再派我的玩具枪去修机就可以了。能把人给抓回来吗？好像有点难，强者是防到了。但大船底的那台是被磨的挺多的。对你这边只要走，我的人就撒手，然后脸上的人再回来去修机。
而且你一来一回的话，其实每一波可能都能磨挺多密码机的。他就是你毕竟有一个比较远的赶路距离。就是打一个拉扯，因为你现在的话，你没有那么多足够的击球点，你是不能大门跟小门间来回穿梭的。然后已经是提前很久就上了大船2楼，所对，以并没有去找到他的机会。而且你看他这根线的话，也是第二时间赶紧补上一个下一个回退的线。总之，现在求生的话打法是非常稳健的。那边再推了一次，他就是两边都要管，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线来让他管这个密码机。小夏已经来到了一个90的进度，马上要压好了，打一个主球，也是被成功的躲掉。但这边的话，其实再过去已经是有点管不了了。是的，所以这个密码机考虑哎，一下不过回退了一次，他第一声压不好。刚刚没有选择，是他因为有一个主球嘛，他必须得躲一下。那第二时间看能不能直接把阿策给击倒啊？不过玩具上的大船还是比较权威的，真的很难去追到。想再去管一下是木这边，他这里是直接放了一个主球在密码机边上不让你修，然后再回来去吊一下木的这个人。但是好像想再杀一个回马枪，主要两边其实都有一点点多了。而他因为一直放着这个主球去防，所以你现在真的是2台拖的进度都已经对比较多。趁这个密码机还没有压好，赶紧再打一波上挂节奏。但是脸上密码机被抢开了，那这个闪现交的就比较伤了。现在小门市已经有20多的进度，对，他走入来的大门的话没有看到人，看一下这边得赶紧过去管小门啊，不然的话门一开就要保平啊。这边小门的话是直接被点开了，而且阿策也在往大门赶，等消防员过去的时候门开了，他也处理不了这个大副呀。不是，那边是弓箭手，对，然后大副在中间。但是大副这边其实没关系的呀。是他有一个魔术棒，还可以再牵制一会儿，然后去拖玩具商的一个点门的时间，再跳出来，甚至都要直接冲门了，感觉这里不对劲真会有点太啊！远了。甚至于说有一个3跑的一个说法了。我3跑的话，地窖是在大船底，这把虽然说平局跟3跑的一个是一样的，那监管这边的话好像确实找不到一个多抓的节对，奏那。能到门的话，其实玩具商那边是能直接飞过到来拿下一个3跑，那也是恭喜我们的吉尔，最终也是稳住了自己在第3把的一个优势啊，拿到了最终的一个胜利。虽然说一开始他们是陷入了劣势，但应对你割据的，那我中场再给一个人，那大房跟中场的位置你又不好去抓是啊，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头疼。选择果然啊，弓箭手跟大副站出来，那中场是给到了教授以及大房的木偶师。木偶师，这两个牌还是非常全面了，因为像木偶师，如果说队友要约过来，他来看一下开局的位置的话是直接找弓箭手，但这边其实已经做好应对了呀。天赋包括区域选择上面的话，都是很针对到格局的。对，反正先下，但是走的是外围的一个位置，那应该要先上一根箭了。直接打中核心。是的，那这样的话身位就拉开的对非常舒服了。这样它可以控制到这个残影的滞留时间嘛，是，然后就可以把你的回数给规避掉。然后也是成功转入到下一个板区。对的，但前面的单板的话是比较难博弈的，要等你来的一个位置再下板很稳。这样的话把自己后续的道具也给续出来了。是的，看一下这一波。那这样的话又打一个核心，非常精准啊！但这边转进小房的一个距离好像有点不太够。看一下后趁弩补距离，但是这边还是不太敢翻。对。如果能无伤翻窗的话，那其实整体的牵制就非常舒服了。是的，但是上了10烈度的话，这边前面也是可以选择拉一波点。我现在对于梦幻小迷来讲，我首先回速跟上你的身位啊，其次我的闪现马上就要好了。但弓箭手这边手上也是有飞轮的，而且龙骨弓还有一个，再上一个4烈度，前面的话不好交这个闪现，再拉开距离。对，看一下，直接闪过来吗？这么有飞轮啊？主要是他交了飞轮，前面也是空地。
对，但是它隐约断了，主要是你前面如果有飞轮的话，可以勉强进这个板的一个空间。是，不过看下来其实，应该是没有想交啊。对，没想交。对，差不多吧。这边马吉也是成功逼惨了嘛，但是道具就消耗的比较多，而且这个点位的话不太好进行26。大夫提前摇表应该就是卡一个比较满的淘汰进度，再来救一波了。对的，第二段给到，反正我贴近椅子跟你博弈啊，我也不着急。是的。这边的话也是想去蒙一下，但是一个无伤救再加一段摇表，这波救人非常帅啊。那就很赚了，他不需要去补充状态，也不需要调其他人过来啊。是的。因为这一局的话，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带环反照，就是冲着保平打的。那你这样无伤救的话，其实对外围密码机也会比较快，是吧？就看一下第二波是让木偶还是教授再来套一个化纤维，把时间给拖出来。因为目前看起来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是的，选择倒在中场，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是教授，但教授被通缉到了，他本来都蹲好了。对，刚好精准给到。那前面有飞轮，看这边先交飞轮进板，再顶鳞片，啊，道具交的非常快。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保不到无伤了。哎，鳞片挡到了，有机会。那这样的话是可以先把人无伤救下来。对的，无伤救下来很赚。这2波无伤救的话，其实后期对于星光小梅来说控场会有点难度的。对他们完全不用补状态啊，直接可以大胆修，而且这边还给到了大海跟鳞片，再挡一刀。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飞轮无论如何得交了。对，可以尝试一下。拖时间也得交这个飞轮了，飞轮进板，哦，这个博弈可以的。哦，还翻了过去，那这样交了自己的板弹。是，那么马吉的话，其实动也非常快，但是要拖够还是有点难度。这边再一个单板博弈，看一下给到一刀。是的，不过这一波其实我觉得对于球商来讲已经非常舒服了。首先保证了救人位的状态。就这一局感觉 VRS 他们打的是把最优解全部打出来了。对对对。看外面大家都是满状态有道具的话，其实对于监管来讲，我没有办法马上续我的节奏，也没有办法切传。是的。这边的话也不打算找教授，教授反正也是当面给压力嘛。我这边你不找我就去修这个旁边的马吉，而且这边也是有个断影啊，所以说你走路过来的话呢，也会让这边的大副已经提前拉开很远的时候。是，然后前面双板也在。看一下要不要省一下道具。哇，又拨了个砸头，那直接带走1场，我觉得可以考虑让队友去看看要不要补一下那台。但现在可以省道具了，他这个砸板的话就完全可以省道具。是的，省道具跟他打，哪怕说现在给一刀，其实对于外围密码机的进度也是够的，但不省的话也行。求稳了。对，不省的话看要不要交传送了，传送落地下来，教授这边道具也好了，回头想卡隐约没卡到啊，那给到一刀。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话就是先去补一下大门那台密码机。大副的话也是自己去摸了一个箱子。是。然后这边进单板，再砸一板，也搏了一个砸头。大家的博弈都很好啊。是的，那这样其实对于麻油来讲，他会慢慢把自己的鳞片跟飞轮拖出来的。是的。哦呦，梦小梅这一把的话会有点难受啊，现在完全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博弈空间的机会。而且在很多短板，我觉得被球商拖了很多的时间。对对对，然后这样子的话，莫武士这边还有一个化险为夷，然后如果我选择压满救的话，其实这局化险为夷刚好可以抵消掉他没有湖光返照的点。对这个问题，选择是往这边小房挂啊，直接挂到大副这边脸上，但距离很远。那这样的话，莫武士就贴脸给你压力嘛。如果你想管密码机的话，我这边人就扯掉了。对的。不管了，我就等压好。是的。那有个好处吧，梦幻小梅这边挂在这里的话，是让他们点门时间会比较慢啊。我可以选择管一下大门，那小门这边就没人点。那看一下是可以考虑直接亮的，尽量不要浪费他的化险为夷时间。那2个人都拉开，选择不要去在大门前置。不要第一时间贴门啊！没错，尤其大副这边他补充的道具是一个香水，其实在牵制上没有太多的作用。只能拖时间吧，只能说前面的一个双板，看一下先把板下了，交香水过来，一刀，回香，翻过来。但这个位置没办法了，要博弈还是很难的。传送也是好的，那看一下这一波，先把人挂上再传吧，因为当时2个人的位置都在小房嘛。其实这局梦幻小米这个挂这个椅子还是有讲究的，它让你们的一个点门时间呐、开门战的一个节奏点会差很多。看一下，他是想先走过去排的，这样是有这个耳鸣的，那他肯定确定大房附近是有人的。没错。是。那这样子的话，教授这边在点门，莫武士要走地窖或者走门都很难。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需到了，但是过来救的话也比较难受啊。大副那边的挂的椅子太远了。是。
这边回溯过来，但这个路易的话只能去失去挡，没有挡到。是的，啊，另外一边的话，教授也是把门点开，那可能那应该就直接走一个还，是跑一个了。是的，对，其实这一局我觉得在中后期有个问题就在于说，当时那个怀表不交会不会更好？是。因为当时不交怀表，虽然说可能会那化解为都可以让，就是2救的位置让冒险家来，或者说对你让他1救啊，后面大副再进行一个2救，都是完全可以的。对的。不然单头对，约等于说我是一个有点控的求生者。是的。那看一下选在大门方向，那这样基本上可能会跟上把一样，我就直接冲着小魔人去了。嗯，因为歌剧演员实在没有办法。来看一下开局的一个起追方向还是小房，就大差不差，大家都是这样去追了，然后就看这边窗户留个残影，然后再反绕过来。但这波板子是没下的，而且这边翻的话是并没有给到泪水一个回溯的机会啊。是，感觉承载还是想在小木屋这个地方多逗留一会儿啊。对，其次资源是比较省的。然后这里的话，其实身位是把持非常好，你要有个交喉的机会，然后可以直接翻窗，这样子的话，费了一个回溯。对于前期的一个限制空间很大。是的。但前面的话双弹交过，所以说平地还是有概率给到一刀。对，前面进不了这块板啊。对。2层喉交了，其实攒大喉的概率就会有点小了。对，会比较难一点点。而且闪现这边的话还有10几秒，前面又回小房这个距离，还是需要交喉进点位。对，交喉进。对。但这样子的话，其实手上资源用的很快啊。而且他要赶紧拉走啊，因为这边是个地下室还。哇，这个击倒时间很快，闪现都没好就已经击倒。没错。要往地下室一挂的话，这个救援也会难受很多啊！我可以尽量去打掉你一些救人位的状态，也逼迫你说一定要赶紧撒手了。是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嘛，这个阵容其实对于歌剧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去突破的一个阵容了。然后并且前期的话没有撑到一个足够的时间，但好在说外面有个冒险家啊，这把就看一下冒险家这里的密码机进度会不会提快更多吧。对，他主要是想要去挖输液，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看一下这里的一个救援，摇到，对，第3段摇到，但是没给到刀，可惜。那这边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淘汰进度就可以啊，一个无伤救打到了针对，是一个无伤救，但同样2个人都同时出来。那这波其实我觉得求生还是非常舒服的，毕竟大副他救了一个地下室来讲的话呢，是上来之后吃了这一刀。但这边给了一个他应该能找到承载，会掉脚印吧？哦，看到脚印，应该是看到了啊，那就行。因为他刚给了一刀，加上回溯又有僵直，2个僵直下来，我就担心说你找不到人。我看他的一个视角方向是一直跟着咒术师的一个拉点位置的。看一下已经是陈某人贴过来了，一直在进步走，因为他贴的非常早，而且挺隐蔽的。就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是省状态，就省状态下来的话，我尽可能越消耗的越少，然后后期3人拉扯运营会更好。这边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应该看到了。身影。但这个位置变路易的话，其实还要变多1段才行啊。到椅子跟前的话，可能要但这刚好结束的时候打到了。是的。那这样也是算符合他们那个心愿啊，我是保留了木偶石这边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抽刀没有牵制起来。密码机的话也是来到，应该也是控最后一台的一个节奏。对，我这把的区别在大副这边状态是有点差的。有点差。一旦想要去追他，他这个表是一定要马上交出去的。对的。看一下冒险家身上的一个输液是能挖出来半张。不好控，其实还是不好控，因为有个冒险家在，就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痛点，就是好针对是好针对，好打是好打。但是看泪水一直想往这边挂，他应该知道。是猜到冒险家这附近吗？没有，直接转头去小房了。这时候也不挑人，回溯过来看。想骗，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这边刚刚是有人在修，这个位置很难排啊。我们刚才也说过，其实你歌剧演员排冒险家更难排了，因为那个黑影。你位移快，而且还对，没有办法慢慢停下来，仔细的看有没有。我想闪现过来打他一个来不及变身的。对的。那这样子节奏的话，可能就要想着怎么去把这个传送给拖好，时距一下。往前走，后面一段变身还是能进入到2板。然后这边还有20多的输液，然后场上有2台遗产，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又是在最后时间。对，
那这边的双板还能再玩一会，感觉密码机是有机会压好的，回溯过来有接到节奏，能够起一波上挂。对。那看一下，得让冒险家来救啊，因为大副的话，他是个半状态，而且是压机的那个人。没错，而且这一局同样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贴门，对你贴门的人会很远，而且这边是打算强行挂造2板1窗吗？那现在真的是非常远。很拼啊！我觉得距离太远了，因为当时我记得他的天赋页显示上面是没有拒钱的。对。那这样子是可以让莫尔是自己对自己开，然后两边都拉开，然后这边的话还可以再持续去扛一刀。主要是你的传送拖不出来嘛。感觉这把有点难了。对，前面的话已经变过路易了，10具隔窗刀。不过他刚刚强行也是让求生那边一直有往这边赶，没有第一时间贴门。对，他的传送还有11秒钟。是的，感觉有点来不及啊。有点来不及了。对你如果要挂人的话，传送也好不了。对，好了，第一时间传的话门是会开的，而且大副他作为殿后的一个位置，手里有怀表。对。哦，这个地方你还必须得挂，对你一定要挂的呀。是的。对，很多时候通过走位的话，也有可能会让你的技能空掉。对的，就基本上如果说你2个双手进行拿第一刀，对于全胜方来说已经是可以接受了，很好接受的一个对局。对。那看在了小房跟双谁中间，就比较常规了。双方的一个 BP 选择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了，看一下这边起追的话，也是直接去找。等一下，这个想法好像灵机一动了一下。救人位，找一下佣兵吗？兵，看起来是要追俩。变成一个预判的双重惊喜，但持续压制位置，前面还是有机会上到球，但选择一个护腕弹走，再给上一颗球也行。逼了道具的话，也上到一颗球，还是能接受的。是的。而且身位拉得很近啊，因为大门这个点位是不好进行前期的拉点的。比较大空地的一个位置。对的，过来被砸板，但是双重惊喜没有空的情况下是能接受。抽一刀。给到了一个黑球标记。但这个双惊喜是被刚好擦边而过啊。对，回头扭了一下，不过前面还能补上，那也是拿到了第一刀。对。那前面移形也好了，战狂亮起，有空中飞人直接飞过来。先给上一个黑色球，双惊喜的话还有2秒4D，真的这个版本双惊喜太久了。就看这一波双重惊喜能不能击倒了。对，佣兵现在也确实没道具了。没道具了，可以做到了之后再砸一板。这边的话自己还可以再减缓一下倒地时间呢。不过其实对于喧嚣来讲，你的道具3个都已经在我脸上交过了，所以说你后面的一个牵制能力是基本上没有了。对，现在就对于泪水来说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就是场上会少了一个化险为夷，但同样你要去解决一下弓箭手过来 OB 的一个问题，因为弓箭手 OB 佣兵的话，我觉得收益是很大的。是的。这局带的是移形，并没有说带窥视者之类的一些天赋防止 OB。看一下陈某人这边也是直接勾过来去进行一个救援，没有办法去打到一个拦截。对，给上2个球，有一刀救下来之后，这边也是持续针对佣兵打一个倒地。那这里的话应该是要往海边的角落去倒了。那看一下弓箭手的一个位置，目前应该是没有往这边靠，他手里有一台80多的一个大一铲，可能需要他先点亮之后再过来一下。对，保稳打吧，也有可能。对，承载的位置非常远啊，在海边。对的。好，已经在往这边赶了，然后通缉到了一个病患。对的。那这边的话，大门的气象也是可以做一手补救的，没关系。所以说，弓箭手直接过来就行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远程被拦，毕竟泪水手里有一手移形嘛，你这个人是可能救不下来的。对，那果然气象学这边也动了。就是说，你真的要去拦截的话，其实这边气象补救也是能接受，因为只要保证弓箭手这边满血，我其实就是可以进行一波有效的 OB。是的。双人来救，给到一刀，把人扯下来。但是不能跑同一个地方，还在尽可能的扭一下球。对，我佣兵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难牵制，我就先往远里去倒一倒，那就看承载这边这个操作。
这里的位置其实，对直接我就切兴奋想说，要不要切兴奋吧？虽然说可能节奏会掉一点，但是外围现在是2个半状态。大家状态很差，本来对的他是想说弓箭手这个时间拖出来，我们去补一补密码机或者补状态，但是你直接不让他 OB 了。没错。哦，那边双方经济交了的话，气象学家可以赶回来修了。这边就看承载的一个个人牵制能不能拖出时间，后撤弩，但是吃到了一个伤害，对，而且后面你而且一直在球的范围内。对，被沉默掉了，也没有办法对交自己的一个道具跟飞轮。那对这里看了一下密码机，现在管密码机了。最后一台就在大门，得看白纸这边能不能撑住啊，因为外面的状态很差，需要他去拖一个调状态的时间。对的，但调状态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对，主要泪水一看，你这都交了层云走了，反正没人修机嘛，对我再回来看看调状态的人。 2个预判的双惊喜也空掉了。那这样子的话，状态应该是能调上来一个，哎，没调上有点来。难，好像刚刚才60、70的一个进度啊。那还好，这边是道具交的很及时，没有倒地。那空中飞人过来，后撤弩交上，上不到球。正好刚刚再看一下密码机，标记都已经掉了。对的，可以来到一个90度的状态，但是有一个倒遗产的风险在啊。看一下这边再画一个。我2个双重惊喜只上到了1下，那应该是能够带走的。空飞人强风推开。是的，队友还是在那里继续补充状态。那这一波其实是给球员方这边拉扯出时间了。对，2个人状态都能调好。对，而且白纸这边的气象也是，就算倒了也会离自己的遗产比较远。没错。陈柏伦这边是第一时间赶回来摸密码机。对，但这个密码机进度是不能强开的。对的，烫住了这边没有办法交钩子，感觉黏住有一个倒地的说法。对，不过对于泪水来讲，他很怕有另外一个人过来偷这台密码机。确实，但是我觉得这一波是可以深追一下的，因为当时他已经2阶了嘛，然后这双击器还在，我深追的话，我如果击倒了，其实对于病患来说，而且病患刚才是把钩交了，好像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道具了。对啊，我深追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把人再往遗产一挂，像学这边交士起。不过他现在应该是确定了没有人去破译那台密码机嘛？哦，但这里解决不掉，那承载这边有机会了呀。差一个红球，其实他是有一个手椅机会的，那现在有点来不及了。现在就起来了。而且那台密码机如果一旦亮掉，离大门太近了，他们可以马上点到大门。是的，这边还在扭，绕场谢幕，那没办法了，还是迟到。主要是你的技能切成兴奋嘛，没有任何的赶路能力，所以说我们就放心大胆的点门，甚至说气象点的还是小门，是来不及管的。这一局犹豫了，就当时我觉得直接硬追病患的话，可能收益会更高。对，我觉得一定是能在压好之前有一个上瘾节奏的。对的。而且当时气象学家还倒在双11那边。因为你怎么拖的话，其实都拖不出来结果了。你再拖下去，其实外围的状态也还在补。对吧？然后你病患这边放走的时候，他更没有一个击倒的一个比较好的身位。但如果说那一波击倒的比较快的话，我挂回来，那邮差的话，它就有个好处，就是它的一个道具是比较有持续性吧，就可以一直刷新到给队友啊之类的，就不会说像很多一些别的求生可能用完道具之后就被消耗干净了。对的，那开局选在了小房附近双11的邮差以及中场的佣兵大船的飞行家。这样子的一个前期节奏，可能就要找空军会更好一些，更舒服一点。来看一下，是大海的空军会比较有压力啊，已经是直接往海边去拉点了。反正就是先追也是开局就给到了他一个移速性啊。对，这些也不着急，他反正可以等你密码机先动一动，然后我去赶一下他的位置，然后再去选择追击，反正就等自己的闪现时间嘛。这边把密码机给空一下吗？没有选择。但是我觉得选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因为刚刚也看到了。是的。脚印是往小木屋那边走的嘛？这边的一个选点是给到了一个邮差。他是想要找谁呢？这中场的救位应该不太可能啊。还在等。应该就是要去找这个邮差的。就拖缓大家的一个密码机，然后再去连线把这2台都封住。然后再过来去追一手邮差，哦呦，这个飞真的很熟练啊！是的，那前面好在你是有一个僵直在，还是能让球上翻回去。这样子是有一点的说法在的。狗的扑咬是咬到了的。对。首先闪现也好了，看前面的一个短板，一片。但其实这边
马佑他一直没有吃到你的套路啊。对，加上手里是有个飞轮在的，我在你的一个脸上有博弈的机会。哎，哦，等一下，我看一眼，秒钟是，然后没有达到，但是也并没有选择去交飞轮呢。不过他吃到以后再加一个反弹射，也是能拉开一定的一个身位。没错，这边还是翻回去，但是吃到了这个主球。因为他在这个双席的通道里面，你主球是很大一个范围可以他直接覆盖了，对。我觉得其实对于邮才来说，可以尝试下操作，刚刚真的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也有风险吧，毕竟要骗我怎么办呢？对，对不对？是这样。所以说也是保证我的飞轮在手上，那后期的话我2-6还有机会可以再去操作也行。看到这边佣兵来的也是比较早，也害怕我来的晚一点，你再用主球去压迫我。对，那这边的话看一下前面不着急翻，等你出来之后再翻，交出自己的一个窗弹射。手里的一个松剑犬是好的，以及说还有一个这边哎呀拉起来。我觉得他可能回头，当时在回头想看能不能咬到的时候，被主球给抓到了。感觉还是第一波操作会比较好，你可能第2波就也同样是操作不出来啊。哎，他转点路线有个问题，就一直在转一些窄道。这种窄道的话，给他梦幻小明他的一个主球打得非常舒服。就我看你往那个方向去，我一个主球打过去，你只能往我脸上来。是的，就有时候可以去尝试博弈一下，就比如说我往前走的同时，我去左边扭一下，然后利用我的松形卷去压制你的一个身位。让你贴不进，然后我还有机会转到别的点去。对。在这边拦截的非常快，空军的已经在脸上了，而且这个位置要提前给一刀。前面的话感觉是有主球抓人的说法的，看一下这边过来，主球是能抓的，看一下直接开起来，能不能先把枪交出去？枪交到了，可惜他出来的位置错了，他应该往右边出来，我觉得。拐到空军的那一侧。对，他往右边出来的话，他这把枪其实不好交。这样的一个手感的话是没有被松形犬咬到，然后这个身位很近。哇，这个惯性的移速非常快，但是前面的话手里有飞轮可以躲掉了，然后加了一个反弹。这个这个有点没太封住他贴板的一个位置啊，只能补一个击球点。基本上是还是等一下没交出来，刚好卡掉。那这样的话还能溜啊，这又能回去了呀。是的。我觉得有机会，前面的话还有弹射，再过来单板这个板还能玩，怎么说？哦呦，被抽倒了，博弈到了。那这个真的都拖了10来秒的一个时间了，已经。很久。嘛，这个时间拖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外围的状态都补好了嘛，然后加上一下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一个3人拉扯的局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密码机剩余的一个状态嘛，那个核修呢，你肯定是守不住了。对。然后另外剩的话应该是小木屋、破船以及双11。对的。距离还是会比较远的。哦哟，还有一个砸板。我觉得他们 BRS 这个队伍博板的能力很强啊。是从第1局就看出来了。现在的博板能力都很强啊，就是有板必砸头啊。是。反正我不搏的话，你也是直接过板拿我刀了，对吧？对的。那看一下木屋这台的进度还比较多，已经是44了。然后队友的话是有很提前的拉走啊，所以说你没有太多的一个续节奏的说法。双11那边也马上就要开始修了。我觉得现在又来到了那个台球手比较难受的点，就是这个人我又不想生追，我老是想回去管一管密码机，但只要不追倒的话，求者这边就有机会运营，就可以一直拉扯。对，然后你的击球点就是一直在给消耗，你都消耗在我先赶回那台密码机。对的，这也是台球手的一个痛点吧。是，就是你监管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优势的，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劣势的地方在的。对。但这样后来后续，其实我们看过的场面比较多了，就是密码机是肯定可以脱钩的，因为它是没有留近距离的连击的嘛。是的，主球抓得非常准。这边的话有刀，对，刀，但另外一边的话是2人合修非常之快啊，根本没有机会给他控了，感觉。再加上木屋那个机子离小门非常近啊，我是可以直接去贴门的。哇，亮了。是。但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要回头直接去管大海了。我觉得就针对一下空军吧，空军甚至说我就点门，你必须来追我。是的，因为另外一边的话，我道具全满的，我佣兵，我飞行家对吧？3个护腕，3个背包，飞行家3个背包，怎么抓？那现在的话就博弈一下，哎，这个主角没抓过去，可以抓到了，抓到了。对。而且那边很恐怖的是，飞行家还有一个化纤维没有交。对，我觉得这个没说法，真没说法。
这把还是比较可惜那波手椅了，说实话。如果能守下来的话，对，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嘛。我感觉他当时着急了一点，因为当时他能去 OB 的成功吧，可以这么说。但你小说家的话，我是可以保活人。而且小说家只要我技能点上了，你是一定跟我有个换位的。但是勘探员还要考虑到说，哎，我磁铁有没有扔到，对吧？那以及说我这个触发时间到底只有陶德大师带化险为夷会比较危险一点嘛？其他人都已经做好了一个先知的准备了。那选在角落的话，也是能封一下舞女的一个灭马机。然后脊椎杂技，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他们如果这样带天赋的话，其实区选上面是，但是就正常 T 字形，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我们有上帝视角嘛。但我觉得对于梦幻小迷来讲的话，他也不太清楚你这边是怎么带的。但他不挑啊，因为他是冲着保平来的。他可以不挑角色的，但是这边的排也好像排的有点歪。对，因为你第一时间不是直线走木屋的，你走了中场。走中场的话，那大门的人往哪儿拉你就不知道了。其实但是大家都在拉点啊，密码机1%啊。没事，马上就会2%的。前期这个你看，那个梦幻小迷在逛，但是2%了，就是有点逛回了开局出生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是反而让勘探员这边去牵制，那就达成了这个开始的想法。那我们就可以假设成这一场刚开局选在树林的是勘探，但是我怎么感觉梦幻小迷他不想追，他想追过来找逃脱大师，然后灭炉给上。这边的话，开局是为了保护陶大师，所以选了一个区选的，这边一个碎石。那陶大师他是不太害怕你给他直接有一个实体刀的嘛？对，先把被动打出来，再开门。前面的话有藤蔓，这边减速盒、加速盒，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到梦幻小迷的一个追击的。对，后面的话可以再放一个迷烟炉。对，主要是你的移形已经交在找人上了。是的，而且这个位置的迷烟炉其实很有限制啊，因为它会一直干扰你，并且它有个减速跟加速盒的一个影响在。真的就是不穿过这个迷烟炉，你不太清楚它到哪个位置啊。没错，再开门，那前面应该要交，不选择交藤蔓，还是选择交碎石。哎，但是因为你开了个门，你炸的是窗户，所以那我就走了。但这里预判错了，那以为他走那边。对，前面的牵制时间会拉得很长，因为这边藤蔓跟碎石都交过。那可以一直不停的，就算被炸一下，还是接着给你绕这个点位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减速盒还是有影响的。很大影响。对，这相当于是炸了4次，把这个陶大师给炸死的。对的，但是我机子勾了呀，这把。对。然后它有个地下室啊，什么意思？想稍微干扰一下，不但是杂技防止你挂地下室的能力太弱了。如果是勘探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今天过来贴点救吧，应该是想，没有，也没有，就觉得能不能稍微干扰你一下，但是干扰不到的话，但是这里交了个球，就稍微有点有想法，紧张啊，这个地方他不好下来。那我觉得刚刚贴点救不挺好吗？那现在的话，等你下来之后，我的 CD 很好，一个土球，但是他要卡这个淘汰进度了，但是如果你强扯，可能会你这边扯，你这样一扯，哎呦，躲掉了，过半了。这个救援压力给自己的给的太大了。对。那现在他要全力帮这个陶大师扛，然后勘探员这边可能也要过来了吧？对，因为其实这一波，我觉得他提前过来去救一波，可以让勘探过来帮忙去欧的，去 OB， 然后去拖时间。我觉得秒套一个化险为让他出来，局势会更好一些。是的，就算让他快点上2挂都没关系啊。那现在这个情况，把人挂飞，场上还有半台马机，猫小明这边移形好了，外围是有一个0.75状态的杂技。但如果你追他的话呢，那台密码机你就守不住了。对。所以说看，但是我觉得杂技也不能在脸上离太近。这有地下室，梦幻小明的意图很简单，他只需要保平。这个地下室再挂一波，你就不好传送了。好，这边的话是杂技啊，满状态有道具的杂技，我觉得还是能够带离这台密码机的。对的，但是踩得非常准，直接弹开，没什么太大问题。有一个重金之托。之托。扎一下，扎到了。到了，不过有一个窗弹射，现在赶紧拉走，让队友去补一下自己的一个。怪刀这个躲不掉。然后大海赶紧去补一下，但是梦幻小迷他会回来。杂技怎么也来了？我杂技直接修刚刚大房那台就可以啊。哎，为什么都来了？
现在再回去，我觉得也来得及，得趁舞女没掉状态之前，要么两个人摸一下，要么人赶紧修一台新的。他应该是想着说舞女过来救人嘛，然后杂技去搏。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至于，主要满状态，勘探员不可能一开始设想他就要秒倒呀，对，就肯定是带走，然后队友来补。那如果说有一定的一个牵制压力，再去多修一台比较保险嘛。是的，那给到一刀，那还是想修这台杂技顶点上去给压力修，然后外围现在就是其实是有点亏的。如果直接让杂技修大房，他现在是让勘探跑了个对角线去修大房那台新的。对，不过好在他们都没有人倒地啊。是的，找舞女来了。本来想摸个道具的，但是没有摸出来。这个藤丸感觉是能缠到的，缠住了。那这样子要倒地。那现在问题来了，大家都是0.75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传送是能拖好的，所以说你这个密码机还不好直接开。哎，这一把对于求生者来说是尽可能要去争一个平局是最好吧？他只能让杂技过来，因为勘探没有回光返照。对的，那这里。缠住啊，碎石炸倒，掉了个红球，牵起来，密码机动电没用。那这样子把人挂上，其实也锁定到你大房的勘探员的一个位置，而且你是没有回光返照。对，如果你是满状态的话，你还有机会去搏一搏地窖嘛。我感觉这把要奔着4去了。是的。这边排下大房的位置，藤蔓的话可以排一下人的。去中场大门的一个位置。对，再洗多个藤蔓。主要也不着急，杂技他是刚刚上瘾啊，给梦幻小迷这边很多的一个时间去排这个人的，他可以自己先看一下地窖的一个位置嘛。对，他应该在看乌鸦的位置，应该有没有那个什么？反正在大房的附近啊，以及中场是没有出现任何耳鸣的，可能对于他来讲也怕说有人绕到那边过来救援。是，但这个位置要走地窖也难。对，说实话，这个位置要走地窖，他已经锁到地窖位置了。还在排小房，还在看那边的一个椅子情况，对，在看门的情况都没看到。但这个时候勘探员如果想走的话，他一定要提前往地窖这边跑。是的，因为这边虽然说你有3磁铁加飞轮，但是对吸重金之托，我开重金之托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走掉的。耳鸣已经响起来了，把重金之托开起来。对，然后这边还在再找，但是毕竟勘探就在附近啊，所以说冒乌鸦大概率很难会冒出来吧。他早晚要过来的。我磁铁交出来了，交藤蔓吗？先重金之托吧，我觉得碎石炸。没炸到，这边7道，怎么说？安飞轮，但是这个距离没有回反，这都爬不出去，能爬进去了，我的天！哦，那还是爬了一个，那就我觉得还是让。对的话，有个逃脱大师在，可能就不舒服了。逃脱大师真的是。就手语监管看到都头疼的一个角色。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区域选择吧。他能牵制多久？而是一定要把这个救援的环节给稳下来。是的，2个化险为夷，杂技跟逃大师应该都是带了化险为夷的，我觉得。我在这边说不定也带了。我就看对，反正勘探是双闪飞轮，对吧？好，来看一下起追的一个方向。中场的话是承载，但是。大门地窖方向这边人也蛮多的，大房这边。这里的话还是找不了勘探吧，双南飞轮勘探是不太好解决的，所以说还是要找大房这边的逃大师。但是他进大房了，应该是要冲着杂技来了。对，但是队友的持续爆点的话，杂技拉点也是非常快，而且杂技演员牵制雕刻家，我觉得是最不用担心之一啊。这边直接交了一个赶路球，他会让这里还以为是往回跳的一颗球，那得等到耳鸣刚刚都消失了，他应该意识到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是的，这里看到了脚印。那距离还好吧，没有拉得太开。对，但是这些强体我觉得也会让雕刻家很难受，他到现在没有什么释放雕像的一些机会啊。好，位置给你拉点。加对一下。哦呦。我觉得这样赚，也可以说很赚。一下子再有一下的话就秒了，能吗？哇！刀取下杀刀，真有机会了呀！是的，不是，主要是你这是不给他交雕像机会，一给他交雕像机会全中啊。
那其实这一局你要真4还不够，嗯我只能这么说，你要真4还不够。得来个手椅上打一个双对倒，，我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个人换走之后不救，又或者说我可以我就极限压满。卡着。对你但凡最后想出去的话，我极限把人折下来。是的，啊，现在不着急。然后我这边的话，你压过来我就不修呗，我外围只要有2个人密码机破译就行了。那猎手应该也能看到外面2个人是没有撒手的，脸上嗯就有1个人，这个人他们肯定是先不卡半了。但是这边感觉是要深追一下了，看能不能对去谈到状态。如果说能打到一个状态的话，其实最好不过。哎，但能看到有一台密码机是松手，因为已经对修的，开了。很准的一个坟场啊，直接丢到了。还有移形移是可过来以回防的，然后这边的话手里雕像很多，你这个人不好救啊，对的，虽然说要是撤了， 1届雕刻家，但是满雕像压力很，大的。满雕像这边恐怖抓你，啊哎呦，没有抓到。弹出去了。不过现在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嗯，说陈萌现在还是要牵制很长时间。这边雕像能封到交互点吗？堵住不让你走。这有一边的话交个拿囊刀的机会，直接开2阶了。对，给一刀。那现在完全不同了，虽然说移形交过啊，但是压力还是挺大的。是的，现在是一个2阶雕刻家，而且你的身位已经被架的比较难受了。看一下前面这边雕像是交的比较多，所以说对他有点续不上，哎放了一手。然后弹出去之后，现在有交雕像的机会了。现在开启2阶，然后这边合成雕像的话，只要合到，有说法吗？没合到。哦，那这这样的话个会有点难受啊。对这个追哎但是这个没有弹走，那空地的话有刀追上说的机法会了，打倒了。了。 3台半的密码机现在起2挂，手上外面还是有个化险为夷，还得再打一波手椅优势。对，而且这边你还是能拦他的，因为那边的人是特别远的过来，对的，这个坟场丢出来，干扰一下承载的破译。也不给。现在反正就留雕像，我觉得他这个雕像留的是没问题的。手椅上我可以把这一台密码机给你亮掉，但这波救人的话，我尽可能创造优势，是的，让你来救了。哎呦，哎，但是救不上救，因为有这个迷烟炉啊，所以说他不太清楚人的位置，甚至说救下来的火灾都已经走得比较远了。是的。这波看下坟场能不能2阶合成，对，先不知道没有放到窗户这里，让你没有但是翻出来还是有一个回来的雕像夹到。对的，陈梦人的走位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再看一下合成，又躲掉了。不过已经走到空地了。哦，又躲掉了，是7个11一刀，刀。可以很赚。那现在的话，其实换位全部都交过了，所以说往这边一挂，其实就不用太担心。然后主要是看能不能排到一下。淘淘大师过来的一个位置，对，而且那台密码机其实进度比较少的，而且有个问题是，当时陶大师的被动没有打掉，代表他救援能力还很强。现在是，哎呦，但是要把勘探勘探炸倒的话有点难吧？但勘探要小心一点啊，他不能太放心的在这边破译。2组雕像，这样子的话救人压力更小了。给一刀成功救下来，打针对没打到。那机子有可能可以拖够，所以说这边的话，要不交移形回去管机子？对，因为勘探那边其实也是炸过一下的状态啊。是的，看能不能快速把它击倒。手里的雕像是有1组的，但这边1组雕像不太够用，合成飞轮。另外2边的话，先把火灾的状态给调起来，因为它是个挂飞。是，不行啊，没办法，这一局一直没打到手椅节奏啊，就是每一波手椅都有点亏，甚至这一局你要去争4的话，还是缺一些。就手椅上面没打出节奏。对。那看一下这边。投到了2个人的位置。现在就难受的就是雕刻家了，他要等自己的一个移形，然后顺便攒攒自己的雕像，就来回丢这个坟场去干扰。但是往后走得越远的话，其实大家状态调起来就不太担心了。那你站到勘探一下，其实勘探的话，反而现在要小心，他没有带这个红光返照。但也没关系，他也没带挽留。对，他抵消掉了是吗？对，就只能投坟场去干扰，然后找机会。但是求生方这边就拉扯就行了。对你投坟场，我干脆一点都不修嘛。就抓你这个坟场真空期的10几秒时间，对吧？我再2个人合修，那我机子进度也会很快。然后你走开的话，其实中场这边我勘探员还是可以过来给你压力。对。你看他现在只能站在1台上，然后往另外1台上去投坟场。去投坟场。对，但这个坟场的话。除非说现在把人给击倒了，太难了。远程坟场它的一个合成雕像，差一点打我脸了，
还好，感觉代入感很强啊，他还差一组。就差一个、啊。对，因为远程它的本场合成，它并不是说在你就脸上合成的那种状态，它会有一个轨迹，你它可以有个轨迹，预判一下是的，是的，是的。不过这样的话，让勘探员完全不敢给这个压力了，得换一个满状态的人去给这个密瓦基的压力。对的。所以说现在两边拉扯开，这边移形再交出来，我觉得这个移形要不别关先，对，先留着，先别关，然后给点压力。那一边修上的话，我再回去。但这个移形交了，其实密码机进度我们看得到86，你回不去了，已经有点。如果现在能够击倒勘探员的话，有一个手语还有说法，因为逃脱大师那边也没有回光返照，那可以补救。说白了，我可以补救。对对对，就看他能击倒挂在哪里。哇，还是一个大星，那基本上这密码机要修开了。还有一组雕像吗？没有，一直续不出来。那压好直接亮了呀。对的，99、100直接开了。手里是没有技能的。是的，趁着这边飞轮再交出来，再躲掉一组雕像，然后直接再吸晕一次。现在2个门一边走一个都可以啊。没关系，有一个人在中场卡着也行。卡到中场，然后你这边门只要点就行，因为你已经交过了，你现在开门战没有一个赶路能力。是，然后这边的话，唐仔真的躲了很多组，虽然他身上吃了很多雕像伤害但也躲了很多组。对，开门战这个躲的才叫真的躲，对吧？是。我前面不躲没关系，我不倒就行了。那也是把勘探员击倒，但是另外一边门的话也是打开。那随着桃大师跟火灾调查员的一个出门，让我们恭喜斗武拿下比赛的胜利。其实这把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惊险的，因为一开始的一个击倒时间还是很快的。有机会，真有机会。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你那喜爱角色你是真一点没练啊？就薄小羊这个角色对吧？你就纯喜欢，对，不打扰，就静静的放在那里，对，就只可远观的那种感觉。对我喜欢归喜欢，对吧？但我不一定说一手让你觉得鬼屋是能追的，其实是个救人位。是的，是的。守墓人来的话，我感觉小提琴更是一头包啊。对啊，就是我直接遁地躲弦，对吧？你实体刀只能打我铲子上，然后走2步又有一个踏板。那这个点2个角色其实都不太好追啊，守墓人和玩具商都是会再往外拉，甚至守墓人是想往终点站的方向去走啊。对，直接把起点站给到玩具商，玩具商也是2楼上放个跳板就去破译了。应该就是往起点方向去先破译。那终点的人其实不太好走，因为他们得留着把这个终点4连给破一下。现在去看守墓人这波拉点有没有机会用弦直接给拉出来，多赚点存在感。位置很近了，来看一下。可惜啊，差一点点。对，还是只能把它打出来了。但是可以看出来他的一个熟练度的，是拉近了很近的一个身位再出弦，然后才有机会说拉出来我再续一刀。因为如果拿到的话，是有机会去直接拿到的。然后开自己的一个一阶，哦呦，这一波就很准了。是的。守墓人他这个下铲的移速是比较难把握的。这样的话，身上叠的衣服比较多啊，其实他的一个移速已经是很慢了，再加上本身也没有带弹射跟飞轮。没错。有强风过来吹一下，但是这个线还在，对，这里也是其实就差了一点点角度。主要那个线头往那儿一摆，我觉得也限制了守墓人的一个转点思路。是的，不太敢往那边去了。那这样还是要拿一刀的。先拿一刀，然后再考虑用移形跟上，还是说继续追呢？直接移形了。移形过去方便拉弦，这个地方没法下板。哇，这个博弈还可以呀，守墓人。但是的话，确实是抓住了你想，对吧？直接用线压迫本体过来的一个间隙，那这可就溜起来了。是交了移形的。对他这一波又多拖了一个 CD 啊，就要等到下一根弦。这里就气象也过来了，但是哦呦，一个平 A 直接打倒。但溜了整整的3台密码机，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足够了。没错，而且这一把守墓人他其实是有带回光返照的。求生者的外面也只有一个化险为夷，但是我觉得一个化险为夷可能就可以帮助守墓人给保到密码机快够了。对，就先一个化险为夷，让他拉走这边的一个遗产嘛。是，我觉得第一波来救的这个人可能说，不用先交这个化险为夷，让气象来救。第2波呢比较危险的时候，化险为夷来套这个时间。来看一下，主要但是气象的最后一台是在脸上啊。那他们还是想让玩具商先过来。那这样就得化险为夷了。对，因为不然守墓人被秒的话，有可能挂回双窗，最后台密码机就被控住了。哎呦，这个线是有点延迟的那种伤害啊，但觉得已经生成了，所以说直接上手掏，但是掏的一瞬间，这个线又给到了一个伤害。是，那就不一样了。哇，这一波咒术师是，这一波玩具商是完全没有想到啊。对。
那前期的一个牵制节奏其实牵制的非常好。那这一波看一下火灾的一个补救吧，密码机肯定是不够了。我觉得火灾也蛮有压力的，要不气象也一起来吧。我说气象赶紧来，气象再不来这人要飞了。还有无穷洞，看一下无穷洞怎么释放。玩具烧起来了，交了一个自起，这波把人给掏了下来。还行，虽然说4个人全在终点挤成了乱成了一锅粥了。对。那看一下他们怎么安排啊？因为我觉得让季颖单人牵制掉这2台密码机好是很难的。对。哎呦，这一个飞轮躲掉了第一波弦。对，然后移形交出来，守门人也不太好走。对。要搏，但是搏到了，那还可以多拿到。是的，至少可以拖到这个7点半场。是的，那台50的密码机是，终于开始修了，前面是停滞了非常久。那这根弦应该是不好躲了。对，那是一个比较空地的状态。不过这一波是把移形逼出来了，所以说你没有那么好。直接去守，不过你绕过来的话，还是会干扰到帐篷这台70的密码机。没错，对于刘小蝶来说，好消息就是外面穷者全是半状态，他如果能快速的处理掉火灾的话，他还是有一波增多的节奏的。对，就看这波耳鸣能不能排正确了。但是他认为终点去了，对他认为人还在帐篷附近啊，所以说这样会让天风直接拉到终点，也给到了另外2个人调整状态的时间。没错，这一波找人找的越久，他的节奏就越亏，因为那边只要摸出来2个满状态，其实他的节奏又没了，又丢了。是的。哎，终点里面也没有进去排，他觉得会躲在双窗吗？前面看到了一个玩具伤，但他其实不是很想管，因为是个满状态嘛。但这一把的话，开门战也有伏笔，玩具伤已经没有绝处逢生了。如果说能够针对他打呢，也是一种不错的战略。对，就得看，刘小蝶他自己能不能记得住这些细节啊。那你让他6到2战的话就没法追了，因为之前有一个跳板。是。这一波从挂飞守墓人到现在一直在逛街啊，甚至那个帐篷的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压好的话，其实冬日在这边牵制是有说法的，因为它会有一个车，对，可以利用到。看一下，直接通电，趁你现在弦还没好，疯狂往外拉。是拉断了。对。放一个跳板，想跳上车，可以上站台，也可以直接开车。直接坐车，他是有点跟不上的，有一个移形。移形应该是可以把人从车上打下来。对，但你交了移形的话，就管不了那边的门了。没错。终点站的话，人已经在往门口贴，最终应该是要完成一把保平了。对，其实主要还是最后去帐篷以及终点没有排到火灾这个点比较可惜吧。如果能够把火灾处理在那边，压住遗产，他这把是真的很有争夺面的。是的，因为本身那一波手野的话是把外围所有球商的状态都打下去了嘛。是。但那波没有马上续上的话，也是让球商又给调整回来了。没错，甚至他在手直接追咒术，争取用闪现把他击倒，那么节奏也是还可以的。但我还是建议啊，我觉得追园丁更好，因为园丁闷一个化险为夷。对，可能就是带一手化险为夷在身上。对。那外面总不能说咒术或者教授他们去携带这一手吧？那样的话就可能带了3个化险为夷了，牵制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本身这张图的话就比较空旷。这把被骗了以后，应该就会考虑再选回双窗了。毕竟这个时代是一个潮流嘛，一直会轮回啊，对。以前经常选双窗，你发现，哎，终点一个救人位，鬼屋一个救人位，桥上一个救人位，就3个你都很难追。但是你那就直接去起点站找一下嘉安的园丁，嘉安的教授。是的，这边教授也是提前拉到了后面的板区。我博弈一块板的话，但是其实他还是不太好拉走啊，只能转到下一块板子。对，但是这块的板的话都是。比较差的一些点。是的，交一下鳞片，然后直接反弹往车上走。但这个位置应该是要直接拿一刀再坐车了。他的鳞片都已经结束这个 CD 时间了，没有办法再跟他博弈。没错，那第一刀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队友应该是帮忙去开灯了，导致桥上的密码机还没开。是的，还没开始破译。这一波确实是能够让教授一战到底，但是园丁自己的一个密码机进度就纯亏了。这一波他考不考虑换人呢？对，前面是可以看到盾的，而且这边他自己也是一个化险为夷的天赋啊。是，前面是看到盾了，那他也能通过自己的闪现时间来确定这边园丁的盾快消了。对，我觉得这边平地已经有一个拿刀机会了，他不敢交互。直接拿刀，然后影月跟上就可以闪倒了。是的。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牵制的点，因为看思思灭他的一个转点思路也是往空地去了。来得及吗？没有来得及出刀，那无所谓了，就跟着吧。盾消失。是的，然
然后一会儿利用闪现再把人打倒，盾消了，甚至闪现都省了下来。对他利用卡位让你没有办法翻那个窗。没错，而且关键点是在于教授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坐车过来以后，他被迫就只能在终点继续破译了。对，一会儿他也没法走，可能歌剧拉出去干扰一下你，你还得被耽误一点密码机。然后起点那边的3台密码机还没有破开。是一个回数。大副应该是从鬼屋破译的。来的方向真的比较远啊。对，但是园丁也确实比较能做，淘汰进度增长的比较缓慢。那就看一下大副的这波救人吧。第2段表，伊雷亚应该想躲一下，躲掉了，然后再回去守，先拿一刀，也是成功救了下来。但是园丁还是准备往狮龙的最内侧去靠啊。对，让教授一会儿再过来救一波，因为刚刚教授也是跟咒术去补充了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密码机其实进度是比较缓慢的。是。那现在在监管视角也已经看到教授已经贴过来了，来的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对，这个有点明显啊。顺便把帐篷的密码机修一修呗，应该是这样的。然后等把园丁救下来以后，让园丁去导终点，咒术师刚好可以从双窗那个位置开始 OB。对，稍微保一保，咒术那台密码机是可以亮掉的。但是第4台和第5台就有点少了，甚至鬼屋大副的那台到现在都还没有人破译。是，这里因为教授被通缉了，所以说他们可能也是想，直接干脆让咒术师去救了。咒术掉状态可不赚啊，我觉得要不还是教授去吧，教授就这还是得去来了，套一下化险为夷，他得导一个让咒术能够 OB 起来的这么一个位置。看一下这边叫一下弹射，但还是有点跑不过啊。是的，然后导进终点的最角落，这样的话咒术师就可以考虑在2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击和 OB 了。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是比较少，40%几。感觉咒术好像离得有点远了。但是这波绕过来应该还是来得及的。对，他还是选择挂了终点这边的一个点位，直接让他垫下来，反正哎呦，但是前面这个秒盾是成为伏笔了。对，继续往最里面倒。现在咒术手上是有2层喉的，不过园丁手上没有回光返照，就算你成功的 OB 下来的话，一会儿还是不太敢通电。先放一手打，其实能追一刀的。是的，密码机的进度快够了，但现在直接交闪，咒术喉能交出来的，但是还是要倒地。我在想，要不直接先挂咒术？对，先挂咒术。因为园丁那边他是放过一次了，不一定能挂上了。看一下吧，看一下这一波园丁有没有带求生意志。挂上能挂上以后的话是咒术在脸上。没错，通缉到了咒术。那咒术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走了。对，那我觉得对于歌剧来讲也是保平了，因为你已经把闪现交出去了。是。狮龙的位置是有地窖，那这个点咒术怎么说？有3层喉，砸头3层喉了，但主要门还没有碰到。对，队友不知道能不能帮他确定地窖的位置啊？他往双窗走的话，那就比较难走了。3层喉直接交，还想往鬼屋去转，但是鬼屋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远的，有隐袭的情况下，他还是很难转过去了。对，就只是想着拖时间了。对。保证让队友能够出门吧。对。哇，你看这是溜了多长时间？对，这个板间板子。终于过板击倒了。那这样的话也是双方在第1局完成了一个平局。没错，握手言和了。第1局月亮河两边的监管者都没能，你直接丢到我身上，那我瞬间了，对吧？那我看到你这个主球出来的时候，我直接去交这个路易，对吧？那你其实还是比较难去处理的。然后像弓箭手，他是有位移的。球也有机会能躲，对，那杂技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怕就怕在我开了1阶以后，但是主球没法能够快速的帮我拿到下一刀，那就很难受了。然后脸上是杂技以及木偶师，这点位的话，前期先逛一逛，然后再看要怎样去控这个场。现在台球手很多，他就是知道自己只有闪现才能拿刀，对吧？那我就这个点先往小木屋走。小木方向的话是杂技，杂技也是第一时间居然是往密码机边上走，他一点不担心这个位置被追啊。先来2个击球点，看一下杂技的走向。对，是观察到你退杆之后的话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下板。
但是其实，在一阶的时候，他的退杆基本上是拿不到刀。哎，平地还好有球，出了一个球，对，这个点位反而是平地逼出的道具，那就很赚了。而且用击球点是提前把废墟的密码机给圈了一下。前面也有拿刀机会了。哇，这个蓄力刀没有交出闪现就已经拿刀了，那个节奏还是比较舒服的。是的，感觉对于杂技来讲，有点就是说强行先转到医院这样的一个感觉了。是，很亏，因为队友在废墟那边嘛，他不想进去干扰。对，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啊，你第一波牵制呢，一定是以自己的安全为主，对吧？所以交球要直接接闪吗？有一个身位还是不太够。对。但是现在的话是能跟上，甚至不用闪现已经能跟上了。是的，对，个蓄力刀冲动直接打倒，而且这边还是有一个地下室在的。那这一波的节奏就比较舒服了，开局击倒速度非常的快。他这个主球甚至可以用来干扰外围的密码机啊，把废墟那边对吧？我主球一交，你这个求生者又得挂机跑一会儿。那就看一下接下来的控场了，手上击球点还有4个。看一下他这一波选择，这个视角我在庄园这么多年，倒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啊。他想上来直接管一下3板，但是给到了都是这边他就是把3板先给包一下。对，一个落地刀打到莫师的路易上，第2下，那就看一下这个主球能不能关注，应该是关注杂技，要不要再摊一下莫偶师？先把杂技给丢回去，莫偶师怎么也跟着跑了？莫偶师本来是正常地下室，他不是应该是让莫偶师对在下面待着吗？对，但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杂技出去了，他自己也出去了，但没想到杂技又被收回来了。是的，这里弓箭手提前过来 OB， 主球的 CD 还没好，好让你射吧，反正你射下来的话，除非你能扛到刀，对吧？对，基本上你射下来，你下一波龙骨弓的 CD 是拖不好的，除非你过来摸头。那你要真要硬摸头的话，那我没办法，我就打你一刀呗。对，我就看一下骤挺能不能让他别再挂到地下室，因为挂到地下室后撤壁弩打了下来，看一下能不能扛到。哎呦，还是打到了。那这一波其实也算拖了一部分的时间，把莫偶师那边的一个自愈给拖起来了。没错。但是莫偶师交了一个自起的话，也算是浪费了很多在破译上面的时间嘛。整场刚才是只有佣兵一个人在进行破译的。然后他看一下密码机的抖动，确定要往哪边封吗？好像是小木屋在破译。那这佣兵，哦呦，这个位置，这个冲动的小加速确实是加的非常的多啊。是的，他可以直接往下面跟，然后看一下主球的一个封的位置。又是同样的一个套路啊，先把杂技给封住。弓箭手还是得来啊！这一波的话，放下面看佣兵怎么操作。这个护腕非常漂亮，非常的极限了。因为对于南小胡来讲，他是想再打一下刚刚的操作。没错。对，但求生者这波是防了的，而且佣兵确实有位移。是的，那这一波道具一逼，只剩下最后一个龙骨弓了。南小胡感觉是可以考虑直接回去挂了。他还想去管一下外面的密码机。是的。把小木屋那边封一下，又可以回退。这把其实对穷人来说节奏不是很舒服了。来了，但收到了主球里，而且他放了一个，哎呦！哇，这主球万一解插了，那不是炸中之炸。他没办法，只能交球贴到弓箭手的一个位置上。是的，而且脸上有一个佣兵，佣兵下地下室是交掉了2个护腕啊。这一波被追击有一定的风险，只要等到10秒钟以后，下一个主球好了，基本上。佣兵必须要被迫交出自己的道具了，而且自己修的一字墙那边的密码机已经被圈住了，我觉得他们这可以干脆放弃，直接换一台新的。弓箭手已经在修新的了，主球拉过来没有关到，要不再连一波呢？但是有一个抽刀。是的，直接抽刀抽中。那现在最后一台密码机，看一下位置在哪呢？位置还是比较远的，应该是不太好管，在废墟的一个位置。是的。所以说这一波操作是没什么太大必要，感觉直接早点挂呗，对吧？你可以把人给他想利用这个惯性快一点强挂地下室，对，移动的那可以理解了，对，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半状态嘛，所以它是可以吃到2层的惯性的。不过我觉得当时如果说打一波疲于奔命，好像也行，因为大概率会是木偶师他去进行一个对。不过这样的话，他其实挂的时间也久了一点嘛，然后让那边密码机是压好的。但是那边密码机已经回退了，所以木偶师暂时还没有救人。看一下怎么打。这2个人都是能吃一刀的。不过好像又吃了主球，这个地下室真是屡试不爽啊！有机会跟着捡，求生者敢开吗？不敢开，开了，开了，但是你只能往回走了。没错。出去。
那还是需要有人来卡这个地下室的佣兵。是的。那这样可以看到，弓箭手是直接从废墟往地下室方向赶。对。木偶师反而是在往原点跑啊，应该想去开原点的那个门。那这里是看哎，到对，木偶师也在这里。两个人他们是想弓箭手点门。对，然后木偶师卡在那附近，但这个距离来看，木偶师交路易加速，应该是有机会能下去。但现在回去我有闪现呀。对他主球封住了门啊。哎，吸回来了！弓箭手在门口也被吸回来，直接一个闪现震慑，门是没有人管的，他现在可以安心的去守乙了。对，这个人你就算救了的话，还是要倒地啊。佣兵怎么出去呢？木偶师帮扛，可以，还真让扛到了，但是还是不好走啊！地下室的这个路程非常的曲折，佣兵上来以后没有护腕了，前面再打一个主球，你走不了。然后往椅子面前举，这一波打倒挂上以后，木偶师能否把弓箭手摸起来？好像来不太及，他直接奔着门去了，点门，门都点不开，那更难走啊！如果说你摸起来两个人拉扯两个门的话，还有点机会，因为他是没有闪现的。哦，直接去门可以不管弓箭手，可以不管弓箭手，先管门，先把门给控住。木偶师这个状态他是扛不了一刀的，弓箭手就算爬起来也是两手空空，还没有志气。哎呦，抽刀，想抢，但是主球好了，可以直接关。木偶师本来就没有自愈啊。是的，那这个点。既然你躲了主球，那你往外拉，你其实是不太好进行牵制了。等下一个主球的 CD， 台球手是有无限的容错率的。对，这边就一直等着就可以了。是，木偶是因为上一波在加斯救人的一个双倒，对，也是交出了自己的绝处逢生。主球关到，熟练度很高啊，身材在劈下飞轮，是完成了一波4抓，有点没想到啊。对。这把的一个4抓，其实可以看出来啊，奶小胡他是，像小说家的话，我们前面也是聊过啊，他是有可能在隐喻期间被雕像给打断的，是那样的话就又亏自己的一个神距，又亏自己的一个状态。看一下这边选到了废墟，然后调香师就在脸上。那他是想直接追废墟这个人了。是的，因为废墟的窗和板还是挺多的，对，对自己的熟练度有自信的，那他肯定是可以往这些地方去丢，直接往废墟走。教教手的调香，但调香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在废墟这边等鸟，直接先给你拉身位了。到了木屋的话，可能还是想利用这里先绕2圈吧。木屋这个地形还是挺适合牵制的。下一圈回到木屋里面，可以再把板下了。哎，伊雷亚先选择把窗给封上啊，非常的细节。然后再来一个反绕，红光好像是暴露了，被看到了。哎，没有，身位拉得很近啊，这边要被迫浇香水了。很稳啊，并没有浇。那越往角落走，其实越危险啊！前面有没有夹交互的机会？给夹回来了，夹到了。那前面有一个拿刀的说法了。是的，要等这个盾消失，香水直接被破，非常的快。对。那感觉这个地方不太好走了，毕竟他手上带的是闪现，还有几秒钟闪现就好了。你在半状态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个香水，它其实收益是没有那么大的。是的，因为本身雕刻的话，它是有多段伤害的，直接闪出来了。然后用雕像把人给架回来。看一下，哦呦，是一个侧向夹。看一下要回吗？哎，这个是不回了。是的。回的话反而被你一刀带走。那雕像不太够了，这里哇，再补一个飞轮，可惜了。这几波雕像其实丢的还是比较歪，并没有拿到伤害。那玩起来这个窗户的话，感觉就可以再牵制很久了。对，这个时间就拖起来了，甚至下一瓶香水如果交的话，可以给你拉身位。但也没办法，伊雷亚还是有一个必须要4抓的压力在的。对，没有预判回，而且没有出刀啊。那这样的话好像还能再牵制一会儿，因为他手里的雕像是不够的。这边只要专心躲雕像，我就给你实体刀。哇，终于是夹倒了。对，已经是3台多了。但是面对雕刻家的话，穷者只需要跑一个，我觉得他们是可以考虑不救的。这个人我先卡着嘛。对。然后如果你敢压出去，那其实佣兵这种能够快速位移的穷者，他是可以直接绕过来把人给偷下来的。对。看一下，佣兵就已经暴露位置也没有关系啊。哎，佣兵那他是想救啊？这么早弹过来吗？这对吗？感觉不太对啊。直接给到了一个2阶，有没有机会打断？没有。他淘汰进度也没有卡，甚至是弹了互换才到雕刻家脸上的，没有博弈。他可能的战术就是优先
把你秒救下来啊，让你的注意力一直在这个挂过的人身上。然后外面的密码机就可以爽修。对，都没时间投外面的坟场。毕竟就算是秒救，其实密码机的节奏也是够的。对，再加上我的身位离你比较近，那你离椅子就很远啊。没错。然后来了一个经典的后撤抽刀。那他们现在换位，无论是换小说还是杂技，其实再救一波套一个化险为密码机就够了。而且这两个人救雕刻假人都很厉害啊，对一个换位救，一个扣红球救，压力都是比较小的。那看一下，让佣兵过来也行，密码机都压好了。是，佣兵半状态过来，因为另外2位没有回光返照吧，他们应该是想着往最稳的一个害情况。怕一旦没救下来，对吧？压好了密码机也没用，但这边就是看能不能，哎呦，打断了！对，但是只要出了实体刀的话，还是能救。是的，但是开的话也是有点慢，这一波好像被架在外面了，还是想强行往废墟里面去转。这一个2阶雕像合成，继续往外翻，还有机会吗？炸倒了，打倒。但是这一把因为他没有带底牌啊，所以很难去管住大门了，应该是要奔着一个3跑去走了。如果有底牌的话，还有机会再拦一下佣兵啊，毕竟他状态不太好，而且没有道具了。而且他的闪现也已经好了嘛，有底牌的话，感觉是真能够往门口去管了。对，那最终也是迪迦在第2局完成了一个8比1呀。只要身上有刺的话，上猪也没用，我是直接可以捏下来的。是的，特别是医生如果上移的话，外面的人进入一个3/4、1/4这样的状态呢，那么他就是不太好调整起来的。对，就是那种会陷入到破轮后期，哎，我插个眼给你开始控场这样的节奏的话，求生是比较难受的。是的，因为破轮的机动性是很强，但这个要看你的一个熟练度了。没错。因为如果不带封窗的话，其实目的你是去不了的。对，长窗选的学校门处理不了。对，那这样的话脸上有3位，毕竟对面的3位其实都能够让破轮追的，所以他放到一个比较集中的位置就行了。这点直接变轮是想往入殓的方向去追。对，已经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架到了独栋的。这个板区其实也很有节奏，哇，第一根刺上的很快啊，很高的熟练度啊。是，而前面这个车还挡住了一下。可惜是第2层还没有上到，他那个时间没过，我夹子也很准啊。对，那这个地方马上要解开1阶了，基本上也是不太好牵制了。1阶尖刺一出的话，这边入殓是很难牵制啊。是的，他反正就尽量离自己的一个灵柩稍微远一点。所以车过来了，想倒在下面，但是被车给清空了出来，对，直接撞飞出来了。对，那这个倒地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即使说你是不用救援啊，而且还能挂到红莲河这里。对，就不管你会不会反生，但至少离独栋那边也稍微近一些，看你反不反了。不反的话，他就直接追进去了。对。先上一层刺，他这个熟练度是真挺高的。对，他的这个甩尾啊，包括贴膜，非常干净利落。对，这边的话，等到下来你有一个无敌时间，等无敌时间过了，你其实也进不了板区。对，手里有夹子。飞轮清掉夹子，哎呦！但是这一瞬间你没有办法盖板啊。是的，在后面补上一刀，只能顾此失彼了呀。飞轮顶夹，那你这个刀气你就没法顶了，插1刀到2阶。看一下。挂上以后，密码机的节奏其实不特别好了。对，差的很多。甚至他反生完了一波，你看这个时间才1分半钟，外面的密码机反生完一波都到不了3台。其实野人他的救援，其实我觉得是有压力的。对，他万一你被半路悲观下来的话，可能就不好救了。他上2根刺就完全救不了了呀。是。下一根，哎，但这个时间是差一点点，所以上不到这层刺，应该是。救了下来，那也得悲观一下野人，让他半状态走吧。我想夹住，直接秒闪现打倒，想闪打个双倒，反正觉得入殓师的牵制空间是不大的。是的，前面飞轮已经交过了，乘胜追击也是成功把入殓师把人给骗上楼了。对，看到入殓下去了。这个地方还是能稍微拖一会儿，但是野人那边如果被逼出了自己的绝处逢生的话，就有点难受了。对，后面打拉扯会比较难受。现在的密码机是一定会进入到拉扯的对局了，直接捏倒就可以。2层次直接悲观。现在场上的节奏非常差呀，对，要进入破轮的一个控场节奏了。2阶破轮，我想不出来，后面你怎么样去招架？主要是有飞轮在也好一些。是。野人那边跟队友在进行调整，还可以，是被有娃娃。对，饱满的话呢倒是还行，这把幸运儿的作用也是挺关键的。
那现在要去控一下 S 版星娥的本体，对，要赶紧找一个击倒节奏，然后就会把它秒了。来回控场。星娥手上是有半个球啊，而且也有飞轮，所以还是不太好处理。这里也不敢直接变人，还得上第2根刺才能变。但是星娥的走位非常好，这边的一个加速它是躲掉了的。不过 S 板是遗产啊，最好还是带走吧。飞轮顶掉了1层刺，然后把板子一下，前面是可以考虑往墓地方向去拉了。他手里有球的话是肯定能够带走的，甚至下一波你变身，我身上就算有2根刺，我直接拉球走。是的，拉球躲夹子嘛。对，好，直接拉球了。伊莱亚这个夹子能中吗？封住了这个窗户，熟练度非常的高。再来一个夹子，还是把你的走位往回逼了一下。那前面有一个击倒机会，好像但还是有球。那感觉要不要考虑悲观一下走了？我觉得可以悲观一下走了，不然 S 版那台密码机一开，它就没有节奏了。追这个星娥追的有点久了，说实话。对，这个夹子能夹住做到一个击倒。那现在场上2台大遗产，这里考虑先挂上，然后再出去秒外面的人。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现在确实密码机差的还是2台。是的，但进度都比较多。先把窗户的夹子给封一下。哎，他想手椅吗？他想手椅了。手椅的话，求生者可以等到压好呀。我觉得还是出去把要压机的那个人看能不能尝试秒一下。是的，其实星娥他就算没有那个不用反照，但是也无所谓，因为毕竟你这边也是没有携带挽留的嘛。开门战另外2个人他们也没那么害怕。现在再去吗？我觉得多现在刚刚要强开了。他是想等过半去啊，但是这个时间是等不住他的。对，这边医生会直接亮强开，但医生身上还有1根刺，这里有飞轮，再顶掉一波2阶。2阶，而且吃这一刀也没有关系啊，不是倒地，没有挽留。这里其实应该先把夹子给吃掉，然后再吃这个庄园老友的受伤会好一点。现在吃了一个实体刀，落在面前，只要蹭1根刺就可以把人给悲观倒。对，但是医生有点停得太远了，这个身位拉的不是在你悲观范围之内啊。没错，那现在看一下学校门也是刚贴到一个板弹，又可以继续往外拉，夹子也没丢过去，夹住，你还是要板弹接窗弹，可以走好远啊。还是得跟上捏倒，然后不能挂，马上去管一下门。看一下学校门这个方向是野人在这里，好像有点机会吗？医生能不能把野人给秒了？能秒了他的话，再回去管医生。不过这里野人的走位，对，因为他非常的游龙啊。骑猪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移速加成。是的，担心医生爬起来，所以赶紧回去。这里骗猪骗下来了，他骗下来，对的。但医生那边能起来，其实你还是要快点解决野人才行。没错，而且这里关键是车也到了，看一下能不能秒野人。这个夹子一定要夹到。哎呦，没夹到。我跟不上，如果让他上车的话，捏一下，但是有一个手机加速。时间，医生是可以走门的。是的，那边是2个人直接冲门。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让我们恭喜迪迦。是的，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以2.5。